去学校的路上，车突然没油了，按理说是应该还剩1毛钱的，但可能就是因为开了天窗给用掉了。没办法，校长只好拿着油桶去马路对面找汽油，好不容易穿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却发现油桶还端端正正在车上立着。于是校长只好又往回走，刚好辛爸开车经过，就蹭了他一下，以报复家长会的一箭之仇。人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校长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偏巧被眼镜仔看到了，那就基本上等同于全校同学都知道了。渐渐的，孩子们都聚在天桥上看热闹，终于打好油可以返程了，一辆车就给他下了回去。巴尼正在此地捡啤酒瓶子，本来就有些醉酒的他，看到喘气的校长，竟以为那是个超大版的啤酒瓶，于是就拿起叉子对他穷追不舍。在这种名场面的旁边，小新一般都会来凑热闹，可惜呀，他没有手机，没有被通知到，此刻正在家里和妹妹开茶话会呢。混混3人组找到了小新，说他错过了好东西，这是真的。当他看到他们手机里的照片时，小新瞬间感觉损失了1个亿，他真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手机。他央求妈妈说不想做最逊的那个人，可是他们家实在没有钱给他买手机，现在买速冻豆子都要分期付款了。听到妈妈这么说，小新知道自己不会有手机了。金小妹也难过，因为永远去不了马丘比丘。不过她心态好，毕竟在这个家里失望才是常态。既然家里不能获得，就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小新正思考着，就被一颗球砸中了。他发现这球是从乡间俱乐部扔出来的，于是就气冲冲地跑进去找罪魁祸首理论。这颗球是洗衣生的，物归原主之后，他给了小新1块钱，因为这比买新的划算，也是点辛苦费吧。小新立刻感觉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于是就开始在球场到处找球。然而就在他要成功凑齐买手机的钱时，威力出现了。他说这片高尔夫球场是他负责的，说着就从小新手里夺走了球。买手机的希望就此破灭，小新彻底绝望了。离他不远的地方，大明星丹尼斯赖瑞要开始打球了。阿壳自然没有放过阴阳怪气的机会，每当丹尼斯准备好，他就开始催促，直接把丹尼斯惹毛了，威胁他再不闭嘴就滚出娱乐圈。好不容易球杆都挥出去了，电话又响了，丹尼斯一怒之下扔掉了自己的手机。好巧不巧，这刚好就落在了小新的面前。有了手机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跟兄弟炫耀。嘿，眼镜仔，你猜我在哪儿给你打电话？他不知道小新有手机了，所以没有猜到这家伙此时就在他的家门外。两人刚设置了专属铃声，小新手里的电话就响了，是一个制作人想邀请丹尼斯赖瑞拍《全民大便》，刚好小新就是这个 IP 的忠实粉丝，于是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让丹尼斯去扮演一只便秘的猩猩。现在他们知道这是谁的手机了，小新就打算给丹尼斯的经纪人打电话，让他拿所有的钱去买帽子和运动衫。眼镜仔觉得这玩笑有点过分了，但小新不这么觉得，马上就拨通了电话。1周后，丹尼斯真的去拍了《全民大便》，这个连他自己都不记得答应过出演的电影。小新又想到了一个恶作剧，那就是用丹尼斯的手机给世界各地的酒吧打电话，大概内容就是让这些酒保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在客人面前辱骂自己。他这个整人方式，老谋子应该深有体会。听着电话那头气急败坏的声音，小新就开心的不得了。终于正主找上门来了，看着一堆的帽子和运动衫，丹尼斯气坏了，更别说还要向小新了解自己要演的角色。他现在恨不得将小新抽筋拔骨。新妈听到了两男孩的癫狂笑声，按照当妈人的经验，知道他们又在干坏事儿。果不其然，他在儿子手里发现了一部手机。虽然小新是闭口不说是谁的，但阻止不了眼镜仔想博取表扬的心。这时丹尼斯又打了过来，得知是手机主人，新妈连连道歉，并表示马上就把手机还给他。一部手机而已，丹尼斯并不是很在意，他就是生气小新做的那些恶作剧，所以他给新妈提了个意见，那就是打开自动定位系统之后，把手机还给小新，这样的话就能实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新妈采纳了丹尼斯的建议，将定位打开之后，就打算将手机还给儿子。虽然一开始小新觉得这件事有诈，不过哪个孩子能抵抗住手机的诱惑呢？得知新妈是真的打算给自己，他马上就觉得她是世上最好的妈妈。这个家伙还不知道自己被爸爸妈妈监视了，足不出户就能掌握调皮孩子的动向，不得不说这真是挺方便的，一捉一个准。用升降机带兄弟勇敢飞不行，只能将他好好的送回家。观看血腥暴力的电影找刺激不行，这不是小孩子该看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小新想干坏事儿，新妈总能及时出现，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几天下来，小新已经丧失了对玩乐的热情，只是惆怅的坐在轮胎上转圈圈。因为新爸新妈终日都待在地下室，所以新小妹发现了家里的异常情况。就新爸那不知家务为何物的人，还撒谎说自己是来洗衣服的。新小妹都懒得配合他的演出，看到电脑上的地图，她瞬间明白了一切，爸爸妈妈在监视小新。新妈解释说，若是因为爱这样做就没有错。老谋子很认同新妈的话，因为他就是这样监视新妈的。不过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被 FBI 监控了。好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晚上，新小妹来到了小新的房间，看他那对手机的痴迷程度，显然对自己被追踪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新小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说他的手机里有块跟踪芯片，在家自然不方便行动，一到学
学校，小新就用小螺丝刀将后盖打开，果然如新小妹所说，刚好有只小鸟停在了他的旁边。于是小新就将芯片绑在了他的爪子上，看着地图上小新正在飞速的移动，辛巴着急坏了，眼看着都跑出小地图了，夫妻俩马上打算出门去捉拿这个淘气鬼。等到全家人出了门，小新才从树丛中走出，看样子他愉快的个人生活就要开始了，整个房子都可以任他撒欢了。家里人不在，他和朋友们出席了烧烤，这味道嘛确实不错，但小胖子还是表示自己得回家了。若是他妈妈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会不高兴的。他走后，眼镜仔也表示要离开了，他得回家抱着妈妈听爸爸讲故事。临走之前，他还鼓励小新，没事的，你一个人也能玩得很好，就是今晚这月黑风高，可能有鬼怪出没啊。听了眼镜仔的话，小新本就心慌慌的，转头一看，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另一边大家还在全力追踪小新。金小妹渐渐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但新妈看到小新的头像停了，就无视了女儿的话。夫妻俩走进草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无边的寂静。这时那只绑着芯片的鸟停在了车上，金小妹一看就明白了事情的经过，用电脑查看了一下物种之后，金小妹发现他们会向南迁徙到马丘比丘，这里正是她一直想去的地方。在说出真相和满足欲望之间挣扎了一会儿，金小妹选择了后者，她赶走了这只鸟儿，并且呼唤着爸妈说小新又跑走了。此时独自在家的小新正面临着可怕的夜晚，树影摇晃，乌鸦乱叫，吓得他瑟瑟发抖。但一个人的白天是真的爽到没边，好几天他都在害怕和 happy 之间反复横跳。与此同时，全家人终于抵达了马丘比丘，看辛巴这样子，没找到小新也不亏，反正顺便旅游了一圈，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终于让辛巴累垮了。虽然他努力想保持清醒寻回儿子，眼皮却越来越沉，终于靠着阶梯睡着了。在梦中，他身后的石像活了过来，双眼射出的光芒照在他的身上，问他是不是要像马丘比丘母亲一样保护孩子。说完，他就裹挟着辛巴化作天上的繁星，俯瞰着下面的世界。在马丘比丘城，母亲是最溺爱孩子的，他们强迫孩子们住在高墙林立的山城里，可是墙虽然挡住了危险，却也挡住了知识。年轻人们没能学会如何自立，长大后他们就不是征服者的对手。当入侵者进城的时候，他们只能丢盔弃甲，转身逃跑。这个故事对辛妈来说很有意义，她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了。她明白自己不能总在小新身边看着他。这时，那只鸟儿刚巧又飞回了他们身边。真相大白，辛妈知道是时候回家了。全家人赶到家的时候，小新正躺在沙发上悠闲的喝饮料，看着儿子没事儿，辛妈激动的抱住了他。这小家伙的反应就有些冷淡了。你们出去过吗？我完全没有注意。不过很快他就绷不住了，只见小新抱住妈妈的腿就不肯撒手，不要再离开我了。这还真是个口嫌体正直的小可爱。辛小妹看了一眼四周，询问爸爸小新哪去了。很显然，辛爸也不知道小女儿在哪儿。这小姑娘已经是部落的首领了，可能是自己这个儿子太调皮，辛妈总是担心他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做没了，所以当有人提出可以监视小新时，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但正如那个石像所言，就算再疼惜自己的孩子，也做不到一生的陪伴，与其将他一直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教会他如何独立生存，或许才更加的重要。不过话说回来，就小新那样调皮的孩子，或许适当的监视也并无坏处。世上本就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教育方法，懂事如新小妹也会为了私心向父母隐瞒真相，更何况是那些调皮的孩子。或许父母也需要在教育中不断成长，才能寻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案吧。带小新外出购物就是辛巴的噩梦，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超市哪个角落。看儿子在货架上大显身手，辛巴威胁要把他拖到监控死角胖揍一顿。就在这时，阿普叫住了辛巴，他手里拿着最后一张彩票，想忽悠辛巴买下，并没有多费口舌，辛巴就同意了。但是他还没有把钱递给阿普，小新又开始作妖了。他正从货架上往下跳，然而原本的缓冲物被推走了，眼看着他就要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辛巴慌忙冲过去，用身体接住了他。不过这也让他与5万奖金失之交臂，因为莱尼先一步买下了彩票，表示没有小新，这钱就是辛巴的了。愤怒异常，辛巴直接把企图爬货架小新拽了下来。回到家中之后，辛巴马上向老婆控诉儿子的罪状。原本看到那些被揉成团的食物，辛妈还觉得辛巴有些小题大做。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辛妈直接将一整只鸡都揉成了球。心情郁闷，辛巴来到老模子酒吧，谁知道这里正在庆祝莱尼中奖，搞得辛巴更难受了。他不喝莱尼请的啤酒，非要自己掏钱。不过
过这倒是便宜了老谋子。莱尼告诉在场的小伙伴，即使在没中奖之前，他也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拥有这么一大群的好朋友，所以他决定用剩下的钱给他们办一个派对。全家人正打算出门参加莱尼的派对，突然发现小新不见了，原来他又准备恶作剧，不过这次很显然整错了对象，猫尿喷的辛巴满背都是。无可奈何之下，辛巴只得换上了备用礼服。他不理解自己的儿子怎么这么坏。辛巴告诉他，怀孕的时候他曾喝进了1滴酒。辛巴低下头，好吧，他有责任，但是一定不只是这个原因。就在2个大人在前排讨论之时，后面的孩子们又出幺蛾子了。辛巴也不好好教育，直接就威胁他们，再闹他就开车撞树。还是辛妈发话才保住了一家人的平安。餐厅布置相当大气上档次，而且还投影了一段关于莱尼的动画，主要内容就是朋友对他的可贵，感谢每一个愿意当他朋友的人。这样的举动就连辛巴都被深深折服了，他觉得莱尼简直太够义气了。莱尼表示只要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夜晚就好了。当然他还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这可让小新来了兴趣，随意掏出一个袋子里的东西，机器人吸尘器。看着他在自己的脚边转悠，小新露出了邪恶的笑容。莱尼的聚会也接近了尾声，他让所有的朋友都拿礼物再回家，谁知道开门一看，成群结队吸尘器倾巢而出，直接引起了整个会场骚乱，没有人能够幸免。经过警方紧急处理，总算是稳定了会场秩序。机器人显然不可能自己作妖，一定是有人打开他们的开关。就在警方以为罪魁祸首已经跑了的时候，却看见小新在礼物间不停地打开剩下吸尘器开关。都这样明显事实摆在眼前，警官还问这是谁干的？机器人都看不惯这猪脑子了，直接说是小新让他们使坏。被辛妈惩罚之后的小新一气之下跑到了洗手间，就在他对着镜子说真想投胎到别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接话了，表示自己也想。要不是这个男孩和小新打扮不一样，都像是从镜子里爬出来的了。正当他们对彼此如此相似而惊叹时，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而进，这简直就是成年版的小新，看起来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还给2个小男孩展示了他和妻子的合照。这不就是女版的眼镜仔吗？小新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这个与小新长相相似的男孩子主动介绍自己，他名叫西门·伍斯特菲尔德。这名字对小新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有家剧院就是以此命名。西门的家里一定很有钱吧？他承认了这个事实。但是当一个有钱人，还没等西门说完，小新又2眼冒金光。看他这么感兴趣，西门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要不他们交换身份吧？小新还有些犹豫，但是外面辛巴的威胁打断他的思考，马上就同意了西门的提议。换完衣服之后，小新就是西门少爷了，而西门正被辛巴掐着脖子。有钱人家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么豪。经过了无数的豪华别墅之后，终于来到了西门的家。很明显，管家双眼已经看透了一切，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拆穿。瞧瞧这豪华的建筑，这成群结队的仆人，这完美的海盗船，还有全程高科技的卧室，竟然还有真人扮演的贴墙海报。眼见着叹为观止的一切，当然是第一时间分享给自己的好基友。眼镜仔一下子就猜到他是和那个阔少互换身份了。小新没有反驳，就说派辆车去接他。西门在小新家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眼前食物他根本难以下咽，于是这自然就被辛巴代劳了。更让西门难以忍受的是，辛巴边吃东西边说话，食物残渣和唾沫齐飞，喷了西门一脸。他再也不能忍受了，直接就开怼。辛巴自然是十分生气，直接罚掉他的晚餐。虽然父母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但是辛小妹已经觉得此事不简单。小新从来就不是那样能说会道的人，真正的小新正跟眼镜仔共进晚餐。就在这时，西门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来到了这里，就像往常一样，哥哥烧热汤匙塞进了西门的嘴里。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害他们无法继承全部遗产。对于这场豪门恩怨，眼镜仔倒是没有兴趣，他向小新表示自己看上他的新姐姐了。看来这小子注定是跟小新的姊妹过不去了。西门看着窗外辛巴的智障举动，觉得整个人生都灰暗了。委屈之下，西门拨通了小新的电话，告诉他自己没吃晚饭就被赶上了床。小新倒是觉得这很正常，问西门他的哥哥姐姐是怎么回事。西门也是一副平常的语气，因为他爸为了跟他妈好，抛弃了他们的妈妈。这样无聊剧情，小新不感兴趣，直接让西门好好享受生活，就挂断了电话。就在西门万分郁闷之时，新妈端来了一块披萨，希望他能够喜欢，而且还帮他盖上了被子，拍松枕头，撒点肉桂，驱赶妖魔。临走时还温柔地说甜心晚安。难得的真情让西门突然觉得，也许他能够习惯这里看似美好的生活，实则处处是陷阱。小新正享受着派对的活跃气氛，突然哥哥姐姐又找到了他，说要带他去看看家族族灵。毫无防备之下，小新就被关在里面。还好路过秃头听到他的求救声，才让秘书把他放了出来。对于把秃头扑倒在地，小新觉得很抱歉，秃头却毕恭毕敬，表示他根本不必如此，顺便还赶走了秘书。秃头告诉小新，他曾经也是有钱人家
家的腰子。小新有些难以置信，直到看到那张照片，那的确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可惜的是，照片上那些孩子除了秃头，其余的人都已经死了。秃头还相继向小新介绍他们的死法，小新惊呆了，这就意味着秃头继承了所有的遗产。秃头承认了这个事实，还给小新提了个醒，越是身边的人越要留个心眼，因为一不小心他们就会对他下手。沉船或者滑雪事故迟早得遇上。小新瞬间有一种自己被坑了的感觉。秃头建议他们再去跷跷板上接着聊，可惜体重决定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他俩。小新直接抛弃秃头走了。老辛普森又开始在沙发上碎碎念了。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小新真的在认真的听。新小妹无法忍受这个人的怪异举动了，直接揪住他的脖领子质问：真真小新去哪儿了？虽然西门还想再狡辩一下，但是很快他就结结实实的挨了新小妹的一巴掌。他告诉西门，如果是真的小新，将会把他从窗外扔出去。西门很诧异，你说的是真的吗？新小妹悠闲抄起了手，真相大白了是吗？小新此时正在迅速打包，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过这也没能躲过命中该有的劫难。西门的哥哥姐姐前来邀请他来一场滑雪之旅，有了秃头对他警告，小新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来要他的命啊！西门在新小妹的逼迫下，向家里人坦白了事情的真相，并告诉他们小新正在去奥斯本的路上，而自己的那些哥哥姐姐正准备在那儿杀了他，还等什么？出发吧！此时的小新被西门姐姐强行从老手滑雪道中推了下去。不过很明显，姐姐没有打算和哥哥平分财产，因为她的手里正拿着秃头曾说过的死亡土豆。全家人正坐在索道上搜寻小新的身影，很快新小妹就发现了他。辛巴二话不说就从椅子上跳了下去，直接滚成了雪球，然后把小新也裹了进来。好歹全程有惊无险，父子俩成功的活了下来。辛巴很同情西门，将要回到那个冰冷的家。西门微笑的表示他会活下来的。紧接着他又上了他的专属汽车，那上面管家已经准备好他最爱的圣诞和刨冰。对于此情此景，辛巴只想表示带我走吧，别的不重要，主要是想体验一下被家人谋杀。不过经历了一切，小新就没有这么疯狂了，他很想念他的妈妈和妹妹。睡觉的时候，辛巴像往常一样帮他掖好被子，逗他开心，再轻轻的关掉灯和门。对此小新只想说，这才叫过日子嘛，谁不想一夜暴富，资产过亿，体验一把奢侈的生活。本集中小新就帮普通人好好的享受了一把，不过这一切可能并不像外面所想象那般美好。在金灿灿的建筑之下，包裹的是暗流涌动的危机，这不禁让人犹豫，就连小孩子尚且不能幸免于难，那些似乎拥有着世间万物的有钱人，真的如同外界想象中的过得那般美好吗？所以有得必有失，那些嚷嚷着要与富人交换人生的人，可能并不会知道自身所拥有的也许正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在现实社会中，永远不乏这样头脑发热的人，比如辛巴，就算是以生命为代价，他也希望能够挤进富人的世界。再说主动提出交换人生的西门，他确实得到在以前从未想过的温情，但也仅此而已，他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生活，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改变，实际上却各自拥有了一段珍贵的人生体悟。其实这便已经足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做好自己就能够拥有最棒的人生。国庆假期又堵车了，好不容易摆脱了车流，新妈又让丈夫载上路边那对搭便车的人。小妹又不过想发善心的妈妈，只得给他们腾位置。通过交谈，大家得知他们是对情侣，举手投足亲密举动让新妈感觉到了初恋的美好。辛巴询问妻子：“我们那时也这么傻吗？”辛妈很肯定，他们当年比这还傻。20年前，辛巴辛妈也来到过这里，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两人在这条马路上骑行。辛巴突然说，他想到了个好点子，那就是车上热吻。见他坚持，辛妈也只得同意。然后辛巴就翻车了，追在他们弄了一身泥，走在路边时，弗兰德开车来到了这里。他让这对小情侣上车，因为他想要在泥里种下友谊的种子。弗兰德打开了后备箱，告诉他们将所有东西都扔进来吧。辛巴深受感动，真也太好了吧！上车后，莫德开始和这两位年轻人闲聊：“你们订婚了吗？”辛妈表示应该还得再过一段时间。弗兰德很惊讶，原来没有结婚吗？那为什么还要并肩骑车？但他很快又说：“你们确实太年轻，还不适合许下我愿意的誓言。而且婚姻并不是如此甘甜如蜜，对方会跟你唠叨，试图改变你，还会一年又一年的为了小事争吵。”见弗兰德将婚姻看得如此透彻，辛妈不禁问道：“二位结婚多久了？”“从今天下午2点才开始，现在都蜜月。”这句话把这对情侣吓得不轻。辛巴忙牵着女友的手：“宝贝，你不会嫁给我的，对吧？”辛妈表示肯定：“亲爱的，我很高兴没有嫁给你。”辛巴就此宣布他们只在约会而已。看着这两位没有结婚却依然亲吻的火热，弗兰德有些不太高兴。20年后的辛巴也不高兴：“你们怎么能在我的孩子面前亲热？”辛巴让儿子别把双眼从游戏机上移开。汽车驶过购物市场，时间调回到过去，那时他
他们也来过这里，当时车里还坐了辛巴的2位姐姐，他们正生着气，因为辛巴又回了一次家庭聚会，原因就是辛巴在跳板上撒尿。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些错误，他们也能挑出其他的毛病。你开太快了，你在脱发，你打喷嚏像个女孩，你的脖子看着像个歪屁股。辛巴实在忍受不了了，干脆就让这2巫婆扔在了路上。辛巴觉得这并不明智，毕竟地图还在他2个姐姐手上呢。辛巴却表示不用担心，然后一顿操作很好，他们也只能走路了。辛巴很无奈，还要我说多少次对不起？你从来没说过对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辛巴干脆走去道路的另一边了。夫妻俩来到一栋房子前，希望能在里面接个电话用用。不曾想，开门的男人十分热情，不仅指明了电话的位置，还拉辛巴介绍桌上的甜点。男人走后，辛巴忍不住暗讽妻子，又有奶酪又有趣的快乐派对，看起来并不像是你的风格啊。辛巴无心与他拌嘴，表示吃点东西之后就回去看孩子吧。可辛巴不愿意就这样离开，让我爸和他们多玩一会儿吧。此时兄妹俩正在挠爷爷的痒痒，这可不是为了有趣，而是为了逼出饼干的具体位置。辛巴端2杯酒在人群中穿梭，不料人实在太多了，他撞到女孩小金。小金询问，这是给我的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自己去拿2杯。小金并不觉得尴尬，反而认为辛巴很有趣，直接拿过他手里的酒就喝了起来，还说星座运势告诉他今晚将遇到自己的意中人。辛巴默认他的说辞，星座通常不会对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说谎。这样的奉承让小金很欢喜，他立刻邀请辛巴一起去跳舞，这是一种比下腰的舞。在辛巴走过第2遍时，辛巴揪住了他的耳朵，他质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和陌生女人跳舞。辛巴也很不高兴，她不是陌生女人，她很有趣，而且不会吃醋。听他这么说，辛巴怒火中烧，她那么好，你跟她走好了。不料他一转身就跌进了泳池，扒开湿漉漉的头发。辛巴看到丈夫正和那女孩玩得正欢，甚至还有许多寿司都扔在她的头发上。辛巴现在这样当做从未认识过辛巴。回到现在，这对情侣抵达了目的地，不一会儿他们一家人也到了。看着眼前小木屋，小新很疑惑，就这有什么稀奇的？辛巴告诉孩子们，这里收藏他和辛妈珍贵的回忆。为孩子们不那么无聊，辛妈让他们一起去坐踏板车。在金钱的诱惑下，兄妹俩还是去了。这里的确充满了很多的回忆。20年前，弗兰德将辛爸辛妈载到了这里。眼见傍晚来临，辛巴已经等不及和女友好好培养一下感情了。但弗兰德一把分开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并且表示他们必须得分开住，因为没有结婚。弗兰德说到做到，他在辛爸辛妈的房门前都布置了陷阱，还将自己的房间安排在他们中间。房子中间是一对浓情蜜意的新婚夫妇，两边是2个被迫分开的热恋情侣。这时，辛妈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很显然他们并不相信辛巴，因为在他们眼里，他就是心怀不轨和一无是处的结合体。时间调回到2人结婚之后，辛巴和小金也像辛妈姐姐们一样趴着傻笑。就在他们掉落泳池之时，一个男人拿着一条华美的裙子来到了更衣间外，他表示自己能给这位落汤女士一点帮助。辛巴往外一瞧，是最先接待自己的那个男人，就且姑称他为小胡吧。小胡将手中裙子递给了辛妈，当然还有一双华丽的镶边舞鞋。辛妈无法拒绝这位富有魅力的男人，穿上这些华美的服装后，小胡将辛妈带出去成婚了。辛巴看到了飞在空中的妻子，有些失落，但小金走过来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眼见天色越来越晚，辛妈觉得他们应该回到舞会去了，但小胡对辛妈的想法本就不单纯，帮助他也只为了去旅馆铺路罢了。快要进门的时候，辛妈拦住了小胡，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小胡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就让他拉了进去。接着，辛巴和小金也来到了这里。此时的辛巴已经微微有些醉意，他想起自己之前和辛妈也曾来过，酒力驱使下，让他十分想念妻子。这时，他突然在窗边上看到了辛妈的影子，他跑到那间房的窗边，马姬，是你吗？辛巴一听到是丈夫的声音，马上小胡找个地方藏起来。为什么每个结婚女人都有丈夫？搜寻无果，小心躲进箱子里。刚好这时，辛巴推门而入，你在这里干嘛？和你一样，你是说我们都想追寻珍贵记忆，重燃爱火？没错，重燃爱火，咱们走吧。这时，辛巴看到了外面的小金，这可不能被妻子发现，于是忙关紧了门窗，表示就在此地共度良宵。可辛妈不想有那个箱子在场，于是就让辛巴将他给拖了出去。好巧不巧，小金刚好找了过来，然后辛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塞进了箱子里面，不然块大石头压住箱子后，辛巴和辛妈才终于重燃爱火。此时，箱子中的2位也在互相介绍，看样子又会产生一段美妙的爱情了。就在辛巴辛妈刚准备亲密的时候，老辛普森抱着兄妹俩来到了这里，他已经被这2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兄妹俩终于闹腾累了，3个人都消停了下来。于是辛巴提议一起去湖边亲热。时间调回现在，3个电灯泡都走了，辛巴提议一起去湖边玩游戏。辛妈很是高兴，不过还是让他先放下行李。没想到这绳子松一根就全塌了，辛巴和行李绑在了一起。这时小胡和小金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小胡告诉他，这里就是自己和他妈妈一见钟情的地方。好巧不巧，辛巴滚到他们身边，见是老熟人，2人就过来打招呼。小胡表示他们俩可是欠了大人情了。小金对辛巴说，要是当时没跟你来这家旅馆，就不会遇见小胡了。小胡对辛妈说，要是你的私有成功了，我就永远不会遇见小金了。知道真相后，2人都很生气，没想到婚姻最美好的时光竟然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辛巴觉得他们再也无法信任彼此了，他让那小女孩帮自己远离了这块是非之
地。另一边，孩子们旅程也并不愉快，因为小新的缘故，他们迷路了。幸好妹提议问问路边那些人，但那阴阳怪气的问路方式激怒了小新，他用力踩着踏板阻止妹妹继续说下去。小新说：“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放学后我都自愿留堂吗？因为我不想回家见到你。”小妹很难过，别说让自己后悔的话。气头上，两人吵醒小新，但小新还是控制不住大声吼叫。小妹很无奈，我们这是怎么了？大概是成长的烦恼吧。滚动车轮将时间带回到过去，分开睡觉。第二天，辛巴和弗兰德在湖边钓鱼。弗兰德问道：“你昨晚很想念女友吧？”当然了，想了大概有5次吧。弗兰德依然不改觉得婚姻恐怖的看法，但也告诉辛巴，如果真的觉得现在的女友就是命中注定的男人，就可以试着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刚好此时，辛巴走了过来，弗兰德忙怂恿辛巴去向他表露心迹。辛巴有些不愿：“你和莫德不会又要一起跟来吧？”弗兰德笑笑：“当然不会，我还要度蜜月呢。”闻此，辛巴才放心去找辛妈了。不过他想的没错，莫德已经早被派去盯梢了。这对情侣甜蜜地躺在树下，辛巴说：“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就像是聪明学生陈一丹错发在了我的手上。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拥有了全世界。”没想到辛巴对此也有同感，见彼此心意相通，辛巴当即许下了将会结婚的承诺，并也作为见证，他在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没想到下面都被其他情侣刻满了，但辛巴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刻了一个更大的。时间回到现在，辛巴终于摆脱了身上的行李，伴随着他自己的咒骂声，不知不觉就走到曾经雕刻的树下，天长地久。原来他们是那么相爱，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辛巴猛然醒悟，或许现在还不算太晚，他想要将此接下来去拿给辛妈看。不料辛妈此时也走了过来：“你在干嘛呢？拯救我们的婚姻？别傻了，我们的婚姻能经历任何风雨，就像这棵树一样。”不料辛巴话音刚落，大树又倒下了。更糟的是，辛巴的身下是湍急的河流，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拉住辛妈的手，他不想放弃这块对他们意义重大的树皮。辛妈告诉丈夫，他们的婚姻不是由树决定的，而是由他们自己。但没有等到他们牵手成功，树皮就被一圈一圈的剥落了，最终辛妈也掉了下去。辛巴切住了妻子，两人一起向下坠落。死亡的威胁来临之时，他们终于袒露了自己的心声。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存在着谎言，但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虽然他们曾经都受到诱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依旧深爱着彼此。在即将坠入河流中时，他们奇迹般的停了下来。刚好此时，孩子们出现了，没有理会兄妹俩的争吵，因为重要的是，他们依旧还活着，爱着，在一起。有人说婚姻是爱情坟墓，但也有人说没有婚姻，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当浓情蜜意渐渐消退，留给婚姻的美好似乎寥寥无几。辛巴和辛妈也是老夫老妻了，结婚多年也没少闹矛盾，但这一次却实实在在触碰到了背叛的边缘。建在谎言之上的爱是否值得？仅就动漫而言，或许爱能化解一切，但在现实中，也许能让彼此放下的不全是爱，还有所背负的责任和担当。一刀两断确实潇洒，但所牵扯的无辜之人却剪不断，理还乱。再说他们险些背叛的原因，其中最大因素就是跟对方赌气。所谓冲动一时爽，事后悔断肠。比起一定要比个输赢，不放任自己胡来才对感情的尊重。就像辛小妹所说，别说让自己后悔的话，当然也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人和人的关系有时本就颇为脆弱，认真经营才能不负彼此。假日无聊闲在家，不如出门赚钱花。兄妹俩支棱起了一个小商铺，贩卖是柠檬汁儿。小新大声吆喝着，汁水甜又甜，快乐无极限。竟然是空无一人，有转而恐吓道：“没人买我就掐我妹妹。”小妹在旁帮腔：“这真的哦，她真的会这样。”不料这样也还是没人。小新很快想到了办法，先在罐子里放1块钱。果然，这钱一入罐，小摊立刻就被其他的人们包围了。此时，辛巴还在街上遛狗，正值极度烦躁之际，眼前突然出现卖柠檬水小摊。辛巴走近一看，哟呵，还是自家孩子开的，巧了不是？给我来6杯。小妍见他一副想要白嫖的样子，直接说道：“吃白食的，哪凉快哪待着去。”这刺激到了辛巴，柠檬汁是小孩子喝的，我要去老谋子那里喝啤酒。辛巴骑女儿的小自行车，好不容易到了老谋子酒吧，却见大家正在围观小爱和校长的好戏呢。小爱说：“我有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要说。”校长表示理解，毕竟求婚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是女士主动。他还说自己可以分摊戒指的钱。小爱叹了一口气，走到酒鬼们面前：“你们谁愿意帮我甩了我男朋友，我就请谁喝啤酒。”话音刚落，辛巴就坐在校长身边，他告诉这位即将失恋的人，小爱想跟他分手，被恋人抛弃，谁心里都不好受。辛巴安慰他：“你换个角度看这件事啊，从今往后你就自由了，不像我，你头发茂盛，不像我，又没孩子拖累，不像我。”说着，辛巴就痛哭起来。天哪，我恨我的生活！这一通排比下来，加上声情并茂的演说，校长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天堂。见他重新振作，辛巴乘胜追击：“可不是嘛，你相貌英俊，工作体面，试问哪一个寂寞奶奶寡妇不心动？”校长心情大好，他从未这么高兴过。观看这位分手大师表演后，大家都对辛巴赞不绝口。莱尼还想让他也帮自己分手。说话间，莱尼的女友就来到了老谋子
子酒吧。辛巴很懂说话的艺术，一上来就给女孩抛了个重磅消息：莱尼死了。当然，这只是为了让他接下来的话更容易被女孩接受。与此同时，另一边，兄妹俩柠檬水生意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时，商业处的管理员来到了这里，表示没有营业许可证就不能贩卖商品。他交给小新一张表格，并告知在许可证下来之前，他们必须收摊停业。接着就来了2个人砸了摊子，我好渴啊，还有柠檬汁吗？小妹气得不行，一滴也没有了。为了能够继续赚钱，兄妹俩来到了办证处，窗口面前聚集大量的人，而工作人员呢，却沉迷于填字游戏，牺牲都快要崩溃了。执照过期的时候，他手术才做一半呢。小妹实在等不了了，她上前说自己可以帮她，然后就拿起填字游戏的表格，一边说着，一边刷刷将空白全部填满。完成后，他将这个拍到了工作人员面前，现在给我办执照，给大家都办执照。这套动作下来，小妹直接成了人民英雄。晚上，辛巴接到了一通电话，来自于他的老室友格雷迪。辛巴顿时反应过来，你生个同性恋吧？也不全是，好吧，就算是吧。小格听说辛巴帮人分手很在行，所以想让他拆散自己和胡里奥，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新欢。接到委托后，辛巴立刻采取了行动，动身去了男童俱乐部。夜半时分，小新听到妹妹房里有动静，就过来看这小姑娘在干啥。没想到到处都是凌乱的纸张。辛小妹告诉她自己迷上了填字游戏，这姑娘迷的都有些魔怔了。无论小新说一句什么话，她都能从中找到关键词，将其填入表格。就像这样，小新无语地走出了房间。辛巴来到了俱乐部，和小胡一起在舞池中蹦迪。他告诉小胡他被甩了，但也告诉他小格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小胡深受感动，他拥住了辛巴，哥们儿，你可真是分手之王。小妹将自己的新建爱好告诉了辛巴，他还没来及说些什么，就被一旁的老辛普森打断了。他也喜欢这个，自1958年起就在玩了，时至今日，他还在玩春联镇导购上的填字游戏。小妹告诉爷爷，大家都知道威尔舒特兹编的《纽约时报》的字谜才是所有字谜中最考验真功夫的。小妹还将对填字游戏的热爱融入了生活，街上商标可以在她的眼睛里经过排列组合，自行构成填字游戏。辛巴的分手公司也支棱起来了，他还拥有了温柔一瞪的专利。这次分手对象是胡福老师，他仍在和男友看球赛，这男人用大屏幕向她求婚，不料辛巴也出现在了荧幕中，表示胡福小姐要另觅新欢。婚礼现场，新娘不愿意，没事儿，也有辛巴竭诚为您服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找辛巴，就没有分手不成功的。辛小妹在学校里也没有放下填字游戏，她在校前跳房子的地方写满了字母。得知实情后，小健没有苛责她，他说自己也是个字谜爱好者，还交给了辛小妹一张宣传单，全镇填字锦标赛。辛小妹高兴极了，小健也表示自己该回家了。辛巴如今是财源滚滚，他对妻子说，每拆散一对就能赚100美元，现在已经赚了不少钱了。但辛妈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而且她并不看好丈夫的新业务。辛妈说，辛巴让情侣说分手就分手，但他们之间也许只有一点小摩擦。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自己对他有了疑虑，别人就能轻易的将他们拆散，那时候辛巴又该怎么办呢？妻子的话让辛巴镇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又这样呆呆的仅坐了一晚，好不容易闭眼，却被悠悠绿光弄醒了。那浮在天花板上的鬼魂们，都是被辛巴拆散之人的怨魂。逃出房门，外面是那些本该出生的婴孩，甚至还有本该被情侣买走家具。在他们齐齐围拢过来的时候，辛巴醒了过来，原来是梦啊！不过他也承诺再也不会帮人分手了。辛巴陪女儿来到了比赛现场，这里聚集各个地方的填字高手。相比于辛小妹兴奋，辛巴倒是早就想开溜了。将女儿带进去之后，就转身出去了。在外面，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房间，这里的人在比赛上下注。辛巴得知后也来了兴趣，他拿出所有的钱全压在了女儿的身上。小妹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自己也为爸爸赢下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休息时间到了，小妹找到了爸爸。他说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赢下比赛，辛巴同样很高兴，你赢的时候我也赢了。但接下来小妹又不安起来，她很担心家里的比赛，因为她总是会将触手可及的幸福赶跑。在她即将抵达彼岸的时候，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说你不配，然后另一个自己就会说我同意。就她活了这么些年的经验来看，或许这一次也会重蹈覆辙。小妹去参加比赛之后，辛巴又来到了下注的地方，这一次他用所有的钱赌女儿输，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大家都惊呆了。终于迎来了最终对决。比赛开始之前，小妹对手告诉他，他的妻子雪莉才是家里的填字高手，但他已经过世2年了。听到这么悲伤的故事，小妹真替对手感到难过。紧接着，比赛正式开始。只是这位仁兄不仅填词毫无章法，而且还不小心弄掉眼镜。看着对手在台上难过崩溃，小妹于心不忍，跳下了平台，打算将眼镜捡起来给他。不料触碰到才发现，这根本没有镜片。而那位看似什么都不会的对手，现在正下笔如有神呢。在辛小妹震惊的目光下，他飞快填完了所有空格。
格。毫无疑问，辛小梅被耍了，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终究败给了这险恶的社会。不过辛爸倒是乐意见此，因为这次他又赚得盆满钵满。尽管上面沾满了他女儿的泪水，辛爸最近是春风得意，连去上班都是哼着小曲。辛小梅觉得自己爸爸很不寻常，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他买了花哨金属鞋带。辛小梅上前询问爸爸：“你是不是闷声发大财了？还不告诉我们？”辛爸还想否认，但油光锃亮的头发和钻石天线头暴露了一切，眼见无法隐瞒了。辛爸直接对女儿说出了实情：“你在猜字大赛上败北了，而我靠着赚点小外快，你应该会理解一个父亲以巨款压自己孩子书时那种难受的滋味吧。我希望你不要生气。”闻此，辛小梅没有哭泣，反倒是极其平静地说了一句：“没有，我没有生气。”她呆呆的背着书包回家了。至此以后，辛小梅脸上只有这一个表情，就像是失去了生气的瓷娃娃。无论辛爸如何问她，她总是回答：“是的，我没有生气。”又是一天，辛爸抱着礼物来学校祈求自己的女儿能够原谅他。辛小梅终于不再面无表情，她指着辛爸怒吼道：“从你咬我对手赢了那刻起，你就再也不是我的爸爸了。”她还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她现在要跟着妈妈姓。这下辛爸是彻底绝望了，如何努力都没用，辛爸只得求助酒友们了。老谋子告诉辛爸，无论他对辛小梅做了什么，要想让他回心转意，就要再对他好点。卡尔也安慰辛爸，也许他以后不会随你姓，但你还有机会让他认你这个爹嘛。闻此，辛爸又振作了起来。果然，无儿无女单身汉才对育儿最有发言权啊！辛小梅依旧意志消沉。辛爸找到女儿，他很高兴女儿能跟自己姓，但他不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高中时期他又因此被恶搞过。辛小梅不认同妈妈的想法，毕竟这个姓也是杰基肯尼迪的娘家姓。见此劝说行不通，辛妈又拿出了《纽约时报》，让女儿去做上面的猜字游戏，打发1-2个小时。闻此，辛小梅仿佛听到最好笑笑话：1-2个小时，我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搞定。3分钟后，辛小梅果然完成了。不过紧接着，她发现了一丝不对劲，陈老爸为她的赌局道歉。辛小梅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思考良久之后，她还是决定主动向老爸求证。辛爸告诉女儿，自己确实找人帮了忙，也就是《纽约时报》猜字版编辑威尔·舒特兹，还有编字迷大师摩尔里格。这下辛小梅终于彻底原谅了老爸。所谓怕什么来什么，辛小梅可谓是品尝到了纯正的墨菲定律。她最终的失败可能并不仅仅来源于对手狡诈，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她心里的自卑。试问小伙伴们有没有在某一瞬间觉得眼前幸福都是虚幻，证实了自己不值得拥有这样的美好？这种想法的来源可能就是自卑吧。自负与自卑常常如影随形，优秀人也会有消沉的时候，有时候对别人的轻看嗤之以鼻，有时候又因为害怕失望所以不敢自信。情节严重还可能发展为讨好型人格，只尽力去成全别人，委屈自己。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过量自知之明只会放大自己的不足。否定声音来源于四面八方，但击垮自己的声音却发自于内心。只有首先获得自己的认可，别人的夸赞才会变得有意义。多多鼓励自己吧，你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圣诞节过后，商场很多装饰都撤了下来，圣诞老人们也都回到了保安生活，而那些可爱的木质麋鹿也全都被打成了粉末。不怪他们急急忙忙清除圣诞气息，因为紧接着就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了。不过全家人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过节，而是来退还圣诞节礼物。看着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小猫日历，小新很不开心，因为那是他送的。不过看到上面的小猫时，他也承认不好看。这时新小妹看到了旁边的麻果专卖店，作为一名麻果忠实粉丝，想都不想就冲了。看着里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麻果单品，新小妹感觉自己好像置身天堂。然而看看价格，她的心又跌回了地面。她实在太想要一个麻果产品了，无奈没钱，就想着买一个白色耳塞，好让她能戴着在人前装逼。然而新小妹没想到，就这个她也买不起。突然阿壳的声音撞进了她的耳朵，我恨这个麻果 MP4，这么小的屏根本没法看电影。她满腹牢骚，想找人一吐为快，但周围的人全都精神灌注于眼前的电子设备，根本就没人搭理她。连续吆喝了好几声，回应她的依旧只有冰冷的键盘敲击声。这对于一个小丑来说是很难受的事。阿壳连 MP4 也不想要了，直接扔给了旁边的新小妹。幸福来得太突然，小姑娘开心极了，我是麻果人啦。这时广播里传出了工作人员的声音，原来是麻果首席创意师斯蒂夫·马布斯要发表现场讲话。听到这个消息，台下的观众全都沸腾了，毕竟马布斯在他们心中就跟精神领袖差不多，他们以及他们的钱包都已经准备好为麻果献上一切了。正当马布斯即将发表这次声明的主要内容时，小新连接了音响，他的话配合马布斯的动作传达到了消费者耳中，你们都是失败者，花$500买个印有水果图案的手机，以为就很酷吗？事实上他们的成本仅有8块钱，我从你们这些傻蛋身上发大
大财，然后再投资到微软。现在我要和男朋友比尔盖茨在你们的钱上亲吻。听到这等言辞，把消费者们都气炸了。漫画男直接抡起锤子砸碎了大屏幕，其他人会被蒙在鼓里不假，可辛小妹不会，她立刻向工作人员检举，这都是小新搞出来的，竟敢质疑他们的领袖。工作人员抡起耳机就要去抓小新，但作为一个恶作剧惯犯，他又怎会轻易被抓住？甩开水瓶之后，他闻到了一阵奇异的香味，那感觉就像是在地毯店做汉堡。顺着香味，他一路走到了一户人家的后院，原来有个男孩在做烤羊肉，见有人前来，他友好的问小新要不要尝尝。本着不吃白不吃的基本理念，小新尝了一口，那味道简直绝了，他都有些后悔从前不吃小羊羔了。在此相遇也是有缘，两男孩就互相介绍了自己。这位小男孩名叫小巴，是刚从约旦搬过来的。正说着，小巴的母亲突然来到了后院，面对初见的大人，小新总是能格外讨人欢心。小巴，你没跟我说过你有个姐姐呀？巴母见他嘴这么甜，就邀他留下一同晚饭。之后，俩小男孩顺理成章成为了朋友。因为小巴初来乍到，小新给他讲了很多孩子间默认的约定，比如叫史金娜为史巴皮等等。除却校园人物，食堂的饭菜也值得一说。小新告诉他，除了猪排以外的东西都是垃圾。不料小巴表示，交易上规定他们永远不能吃猪肉。闻此，小新有些震惊，没想到小巴是个异教徒。他忙让小巴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要是被混混们发现你与别人不一样，说曹操，曹操到。混混们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他们显然已经听到了谈话，抡起拳头就要教训这新来的。小新就想着，也许说明小巴的身份能吓退他们。等至混混们知道他是穆斯林后，情绪更激动了。为了朋友，小新再次勇敢上前。每个人都不同，你们也有不同的信仰啊！你信基督，你是犹太人，你家一开始信巫术，这下好了，矛盾转移到了他们内部。趁着大乱斗，小新带着朋友赶紧跑路了。操场玩耍的时候，辛小妹独自一人待在树下，这引起了双胞胎姐妹的不满，都不和他们聊天，算什么最好的朋友？然而当看到马管 MP4 后，两人立刻断了绝交的念头。在看了一集养养鼠和抓抓猫后，三个小姑娘的感情又和好如初了。果然，动画片才是孩子们培养感情的源泉。这天，辛爸发现了小巴的存在，眼镜仔看起来不错，戴了隐形眼镜，还换了肤色。小新无语极了，告诉老爸这是自己的新朋友。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巴特忘了这个先生，被人如此尊称，辛爸有些飘飘然。再加上小巴也学到了小新那招，称辛爸是小新的哥哥，简直让辛爸乐得合不拢嘴。辛爸的朋友们知道了小新的新朋友后，却显得十分抵触，还老是阴阳怪气。辛爸刚开始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小巴是个很棒的小孩子。然而当看到电视剧里的穆斯林就是个坏蛋时，这货也动摇了。再加上莱尼和卡尔在一旁煽风点火，辛爸也开始觉得这家人确实有问题了。他们让辛爸邀请小巴一起做客，然后在丰盛的晚餐中揭开他们对美国的阴谋。辛爸听从了朋友们的意见，当晚就邀请了小巴一家来吃晚餐。辛妈还很诧异，直夸丈夫是个开明的家长，她自然不怕心里那些花花肠子。晚餐中，当巴父谈起与爱人相识在约旦科技大学时，辛爸立刻接过话茬，说自己前几天就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科学用于做炸药。他这话一出口，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起来。辛爸也不在意，转身就端出了国旗蛋糕，还想让巴父来切。这种有些侮辱美国国旗的事，巴父拒绝了。怎么了？你不想尝尝自由的味道吗？听到老爸这话，小新再也无法忍受了。老爸，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还有信本拉登就吓唬他们啊！看样子这饭也没法好好吃了。小巴一家就此告辞了。没想到辛爸摆的是鸿门宴，辛妈也生气了，立刻让丈夫去小巴家道歉。面对盛怒之下的妻子，辛爸屈服了。驱车来到小巴家门前时，旁边车库的灯突然亮了，辛爸就透过窗户往里张望。好家伙，没想到竟看到巴父手持炸药，这幅场景更让辛爸肯定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吓得他只想悄悄离开，不料回头就踢倒了垃圾桶，还引起了连锁反应，旁边的东西也跟着乒乒乓乓倒了一地。一回到家，他就将这惊天秘密告诉了妻子。然而辛妈并不相信他的话，只说他肯定看错后就睡觉了。辛爸没办法，只得乖乖睡觉。在梦中，他乘坐着一张会飞的毯子，正享受着飞翔的感觉，忽然身旁冒出了一盏神灯，摩擦之后竟然飘出来了一只精灵。见自己恢复自由，他说要毁掉这西方世界，然后他就将教堂变成了印度的建筑，还将牧师也变了模样，接着又给混混和普通民众也改头换面了。看着他如此恶搞，辛巴大受刺激，回到了现实。这个梦使我相信这个威胁是真的。这天，辛小妹正在家里听音乐，突然收到了麻果公司寄来的快递。她本以为是麻果给自己的礼物，没想到打开包装是她的第一份账单。看到1200美金这个数字后，辛小妹惊呆了。但我只下了1212首歌啊！可怜的小姑娘就这样晕倒在了纷飞的账单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推错，辛巴又一次溜到了小巴家门外。此时巴父要去上班，正与妻子告别。有时候我真希望你辞了那份可怕的工作，但是我喜欢炸毁房屋。听到此处，辛巴吓得直哆嗦。然而他没有听到巴父又补充了一句安全又合法。接着他又听到了巴父说，这次爆破后我就会有个像样点的地方了。等到巴父走后，辛巴按响了门铃，
光是听到谈话他还不确定，又想要去小巴家里一探究竟。虽然巴姆十分不愿意让这家伙进门，可辛巴是谁呀？只要他想就没有做不到的。在启用了超级无敌厚脸皮这项技能后，他成功进去了，套话套不出来，他就借口魔性人将去打探秘密，没想到还真就让他发现了一台电脑。一番操作之后，他看到了春田商场的平面图以及建筑旁边的烈性炸药。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辛巴也就没再停留，赶忙驱车来到了春田商场，将这附近所有的人都叫走以后，他猛然间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正将手放在了爆破器上。此时的小新正对小巴表示羡慕，你爸爸可以炸掉房子，而且还有钱拿。是啊，因为我是名计算工程师，每一个计算都是为了确保爆炸的安全。他们正聊着，辛巴突然冲到了爆破现场，他越过层层阻碍，抱走了房间内埋藏的炸药，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扔进了旁边的河里。爆破器被炸药拖着撞上了围墙，然后就引爆了。好巧不巧，那些炸药刚好把河里的一座桥给炸断了。对于老爸的举动，小新都无语了。那是个空房子，本来就应该被炸掉。那座桥呢？本来明天就可以通行。辛巴还想狡辩，说是没有那座桥也问题不大。然而当知道这是供给啤酒厂的桥，且又见有几辆货车已经开进了水里，辛巴这才知道酿成大祸，跳进河里救啤酒去了。现在两家人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吃顿饭了。就是辛妈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当然面对那巨额账单，他怎么可能当没事人？辛小妹来到了麻果海底总部，找到了麻布斯，她将账单的事告诉给了这位首席创意师，希望他能考虑一下缩减付款的计划。看着这眼泪哗哗的小姑娘，麻布斯还是心软了，问她愿不愿意为麻果工作。辛小妹一听，简直是求之不得，没想到结果就只是穿成吉祥物在街边发传单。因为信仰文化的不同，因为群体中少数的极端分子，便先入为主定义了一整个种群。这样的想法是偏激且狭隘的。其实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极少数邪恶之流，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就像是动漫中的小巴一家，虽说是穆斯林，却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普通人。再说辛巴，他弄出的那场闹剧也不仅源自自身偏听偏信，也有其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他们的声音很能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观点，明明从未接触就轻易给别人扣帽子。他们不知仅仅是几句流言蜚语就能给别人造成巨大困扰，还是希望人们能多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别轻易被洗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能接纳更多不同的灿烂文化。秃头要去亿万富翁疗养院了，和自己同级别人交流感情，这无疑是他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时光。毕竟美国乱不乱是由他们说了算，那些昂贵的食物在他们眼里都是用来玩乐的工具。别人烧烤都是用肉、蔬菜，好家伙，他们直接用亮晶晶钻石。至于射箭名画，那都是射箭用的靶子，有钱就是世界最大的魔法。什么用扫帚飞行了，根本不在话下。当富翁们正在游泳的时候，这国家另一边，春田小学里小心将厕所上女涂成了男，这结结实实的坑了一把校长。混混们觉得他的恶作剧确实很赞，不过他们更想看的还是他用蜂窝去打那些2年级小屁孩们。面对挑战，小新向来是来者不拒，弹弓一弹，蜂巢稳稳地落在孩子们的正中间。幸好没让其他人各自躲避之后，自己趴上去，用身体压住了蜂窝。谁知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幸好妹很奇怪，这蜜蜂都去哪里了？他掰开了蜂窝，才发现里面所有的蜜蜂都死了。威利来到他的身后，附和道：“是啊，蜜蜂都死了。不光是这里，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全世界蜜蜂都死光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说完，威利就向幸好妹展示了满地的蜜蜂尸体。他说：“最近他养的好多小蜜蜂都死了。”幸好妹很惊奇，他都不知道威利还是个养蜂人。威利说自己是蜜蜂管理员，他还为死去那些建造了墓碑。说完，他又禁不住哭了起来。亿万富翁疗养院里，每间房上都有他们的财产数额，上面数字每分每秒都在往上涨。篝火晚会上，大家照例讲起了可怕的故事。一个富翁说，证券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居然是从他们代理的房子里打过来的。秃头在和另一些人一起赌博，一方弃牌之后，秃头加注了100万美元，还押上了秘书。他的对手便可以用人做赌注，就让自己的职业篮球队给押了出去。是时候亮牌了，秃头运气不错，为自己赢下了一支篮球队。输家让他好好经营那支队伍，表示如果他们偷懒，就混些类固醇到他们的药中。辛巴在家看彩票的开奖，辛小妹急匆匆冲了过来，说蜜蜂快死光了，让他想办法救救他们。辛巴倒是觉得死了更好，以后就没有东西能够蛰他了。但当听到没有蜜蜂就没有蜜糖之后，辛巴脑海中终于浮现出了可怕的画面。在那个荒芜的世界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蜂蜜，只有一个机器人递给他了一罐人造蜂蜜，但喝了一口之后，他要被压成了盒子。这可怕的场景激起了辛巴的斗志。走吧，现在就去拯救那些蜜蜂。父娘找到了专业人士帮助，在一朵花上，教授发现一只死去的蜜蜂，将它装进玻璃瓶后，他将蜜蜂近距离展示在父女俩眼前。只见它身上遍布红斑，显然是患上了蜂类麻疹。辛巴很是惊奇，动物也会生病吗？教授有些无语，表示还只跟辛小妹聊天吧。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还没有患病的蜜蜂，以此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族群。他制作了一种激素，能够吸引他们前来，不过它好像对漂亮女孩更有效。这时辛巴发现女儿的脸上有一痣，他立刻戴上手套，
号打算除掉这只蜜蜂，但教授阻止了他，说这是一只没有染病的蜂后。小妹很惊喜，我们怎么样才能毫发无伤的捉住它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蛰你一下。教授刚说完，小妹就被蛰了。他让新小妹按住它蛰针，以免它飞走，然后蜜蜂们就会群聚在她的脸上。果不其然，大量蜜蜂包裹了新小妹。教授告诉她，现在就等他们繁荣昌盛吧。进家门之前，为了避免吓到辛巴，辛巴在门外给他打了一剂预防针。得知辛巴最害怕的事就是没孙子抱，辛巴就打开门让女儿进去了。辛巴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老辛普森先激动了，林肯总统。辛巴很不喜欢女儿这样做，但新小妹向妈妈解释，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会找到合适居住地，而且这就他们的唯一办法。小辛安慰妈妈说，他会让他们弄成辛巴熟悉又喜欢的形状。谁知一番操作下来，辛巴更生气了，别把你妹弄得跟眼镜仔似的。辛巴很害怕他们会蛰女儿，新小妹安慰道，蜜蜂集结的时候很少蛰人，看他这么坚持，辛巴还是妥协了。好吧，要待一晚上吧。自从赢了篮球队后，秃头就想验收一下成果，看着自己的球队正以2-0领先，他很是高兴，保持优势，稳定发挥就行。然后就被对方一个3分球反杀了。那支球队是马克库班的，见自己获胜，这家伙直接当众来首 rap。秃头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就问秘书这人是什么来头。秘书告诉他，他是联盟里最牛的球队老板。看他愉快在赛场上上蹿下跳，秃头有些奇怪，因为感觉这人的钱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他吩咐秘书待会儿要见一见这个人。马克来了之后，两人闲聊起来，得知秃头依靠核电厂发家。马克很惊讶，他压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赚到钱的。秃头有些怀疑他是个冒牌的亿万富翁，于是他们来了一段富翁的专属握手方式。这一套动作下来，证明了马克的身份货真价实。接着秃头就问马克，为什么他不像其他富翁一样在公众面前隐藏自己。马克表示一切不过是兴趣使然，他告诉他们没有人会注意他超过10秒。马克的话给了秃头很大的启发，是时候向公众炫耀一下自己的财富了。金小妹依旧还带着蜜蜂胡须，很不凑巧，餐点被辛妈放了很多糖浆，这让小新有些难以下嘴。不过这对辛爸来说就不是问题了，他可以将蜜蜂一起吃掉，补充些肉类。辛妈告诉女儿，她想到了如何解决蜜蜂的问题。城外有一个被遗弃的温室，或许可以安置它们，那里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直到辛爸开始接手打理，母女俩来到了温室外，打开门一看，这里的确是很完美。蜜蜂们很听指挥，金小妹一吆喝，他们就飞走了。小家伙的离开让金小妹深有感触，我一定会想念他们的。现在你知道你上大学时我的感受了，你不是还有小新吗？他一直都会在，但他要出去修理电冰箱啊。为更好的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秃头可算是赚足了噱头。不过这老人家的审美显然已经落伍了，比赛使用的啦啦队还穿着上个世纪的衣服，而且还拒绝了贩卖热狗的商贩，这让向观众撒鹅肝酱。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为了博眼球，让比赛场地见了血。这下观众们都纷纷离开了。秘书当然知道秃头做的一切，但事与愿违，人都走光了，戏演给谁看？秃头并没有被眼前挫折打倒，他表示自己将化腐朽为神奇。他想象一下马克将会如何做，在他的幻想中，他告诉秃头建造一个新的竞技场，最顶尖的，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这天，小梅又来看他的小蜜蜂们，不料此时一个巨大铅球打了进来，原是秃头要在这里建造竞技场，他忙冲上去想要阻止他疯狂的行为，但秃头心意已决，又怎么会为一个小姑娘改变？双方都不愿意妥协，最后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投票决定。小梅发表自己的演说，城里只有一个地方能让蜜蜂繁衍，但伯恩斯连最后的栖地都要毁掉。他请求各位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请求，将来春年镇子孙们会通过他们现在怎么样关心小动物来评定他们。他并不只是要求人们救救这些蜜蜂，而是在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一番深情并妙的话打动了台下的人们，也打动了台上的秃头。他表示自己不会再想建新的篮球场，当然也就没有可滑动天顶、接吻摄像头，没有北极人类木木。得知木木要离开，人们都嚎叫起来，呜！他们可都是木木的狂热粉丝。现在台下没有人不同意建造篮球场了。小梅还在努力求求木木，不过他的确不是文雅博爱的人，因为他还靠着杀金鱼取乐。小梅抱着自己的蜜蜂们，看着即将建立起来篮球场，黯然神伤离开了。到了酒吧，老毛子问这小姑娘：“你的蜜蜂怎么样了？”秃头拆掉他们的庇护所，而且他们还没有强到能够独立生存。说罢，他又一口干了杯中的牛奶，表示自己要回家了。看女儿难过的离开，辛巴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让她高兴。老毛子听了，神神秘秘地说，在这间屋子后面，他养了一些极其强悍的非洲蜜蜂，如果能够让他们和新小妹的蜜蜂杂交，就可以让那些蜜蜂强到能够应付任何环境。老毛子将新小妹养的蜂后放进有自己蜜蜂的罐子里，为了不让他们害羞，还贴心的盖了块布。为了烘托浪漫的气氛，老毛子还准备了音乐和蜡烛。6周以后，体育馆建造完毕，也是这天，辛巴拉女儿爬上山坡，小妹累得不行，但是相信老爸有重要的事，因为他可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坡。终于走上来了，辛巴告诉女儿，你养的蜜蜂虽然在几天前已经死了，但这些是他们的后代，强到可以在任何环境里生存。闻此，小妹有些害怕，这不会很危险吧？答案是肯定的。刚揭开盖子，就将辛巴撂翻了。他们直奔向新建体育馆。此时，体育馆内，托托还在发表他的激情演说，欢迎体验美国梦。一个亿万富翁用公共基金为有钱有势人建造的私人游乐场。说罢，他打开了天窗，然后乘以几对
蜜蜂洗劫了这里，每个地方都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仅一夜之间，全新体育馆就报废了，它沦为了蜜蜂们新的栖息地。金小妹倒是很高兴，他们找到家了。秃头慢条斯理走了出来，这一回合是你赢了，但是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养蜂人就会变成被蜂养的人。他显然是有些魔怔了，抓走其中一只蜜蜂，不曾想竟被兔儿飞走了。1年以后，秃头在亿万富翁疗养院讲起了这个故事。我就这样被一个小女孩和她低能伙伴用诡计打败的，然后在第3季度资产贬值了8.04亿。听到此话，一个富翁说：“等等，来算一下数字。”通过计算，秃头现在已经不是亿万富翁了。然后大家将他扔到了隔壁100万富翁营地。你好啊，我有一个2流联盟曲棍球队，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举手投足间就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作为春田镇最富有的人，秃头似乎总是与大家格格不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总是站在公共的对立面。还是因为马克的启发，他才发现自己也能与民同乐。虽然最终被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的蜜蜂毁掉了可能带的无限风光，但秃头说的很对，金小妹胜利只是一时的，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主动权仍然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编写这世界的规则。辛巴将兄妹俩送到了娱乐中心，虽然他们都很抗拒，但反对无效，辛巴直接一手一个就拎了下去。等你岁数大了，就会怀念这的。小妹不服气，你也岁数大，怎么不一起来玩？辛巴十分欠打的回了一句：“我干嘛要来？又没有人逼我。”说着就开车离开了。小新进的是学少林武术的班，授课老师是漫画男。小新双手合十，颇有礼貌的询问：“请问像您这样的大肉团，懂什么叫功夫吗？”漫画男很自信，表示功夫和体格并没有什么关系，还说小新要是对他技术有所怀疑，在他一声令下之后，可以随意攻击自己。然后他一招手，所有的学员一拥而上，直接把他掀翻在地，痛的漫画男鬼哭狼嚎：“你们这些小朋友怎么不讲武德？”金小妹见是艺术班，授课内容就是画桌上的水果，见调色板的颜色不齐全，金小妹就问老师是否能够补充颜料。老师很是不耐烦：“画你的画，废话别那么多。”听他这么说，金小妹只得安慰自己，这只是打发时间，不要太计较。老师下来检查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女孩的画作很特殊，她画的不是给定的参照物，而出于自己的构思。老师忙叫停这个叫茱莉亚的女孩，说她的画不合时宜，又自以为是。茱莉亚不接受老师的批评，她表示自己是在用心作画，还说这个骑士形象来源于乔许·葛洛班。金小妹听了她的话，瞬间觉得这女孩就像葛洛班奈一样有才华。仔细观摩她的画作之后，小妹更是赞不绝口，觉得她的画非常天马行空。老师见又一个跟自己作对的，十分不高兴，直接表示要是不喜欢她的授课方式，大家可以到外面的花花世界里去玩。听她这么说，两人求之不得，头也不回就离开了。走出教室之后，两个女孩在外面闲聊。金小妹很奇怪，怎么以前没有在娱乐中心见过茱莉亚？她告诉金小妹，自己的父亲才被调回春田大学教书，还问金小妹的父母是否也是学者。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了。金小妹表示，还是先听一下葛洛班的音乐吧。然后两个姑娘就旁若无人的放声歌唱起来。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是享受，对旁人嘛，可就要了命了。紧接着，两人就要第一次出去玩了。金小妹很珍视这位新交的朋友，想在见面的时候挑些糖果给他。小新连提了好几个建议，金小妹都觉得不满意，还是阿普的意见最终得到了采纳。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金小妹来到了茱莉亚就读的学校外等着她。见面之后，茱莉亚拿出了艺术馆的会员卡，这应该是他们都喜欢的去处了。果然，一进入艺术馆，两姑娘就这里瞅瞅，那里看看，好不快活。第一次出游之后，两位女孩的感情直线升温。金小妹邀请茱莉亚来家里做客，亲妈很是高兴，女儿的行为终于跟书上所说的差不多了，也就是正常儿童行为。说话间，姑娘们就跑了进来，她们看起来十分高兴。小妹还问妈妈能否留茱莉亚在家过夜。吃饭的时候，小妹向家里人了解茱莉亚的父母，她的父亲是首位约翰格奖获得者，他论证了时代的罪魁祸首是司法制度本身，这让辛巴又找到了推卸责任的理由。回到卧室后，女孩们决定构思一个自己的国度，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名字。茱莉亚提议就叫和平乐土吧，金小妹觉得这个名字很不错，和平乐土，人人平等，只不过他们得是这个世界的王，毕竟总得有人管理他们嘛。这时辛妈进来给孩子们关灯，待她走后，茱莉亚坐了起来。Lisa， 你愿意当我最好的朋友吗？虽然这个问题来得很突然，但辛小妹表示非常愿意。门外亲妈听到了女儿的回答，也是万分激动。今夜两位女孩都为拥有朋友欣喜万分。这天，金小妹又要去找茱莉亚玩，辛爸辛妈适合的给了女儿一些交友忠告，记得夸对方漂亮，如果她家狗狗咬你，别当回事儿。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格外开心。两姑娘躺在吊床上，任由想象力驰骋。她们的小说已经写到了第4章，金小妹觉得还应该增加点强盗、巫师一类的角色。突然，她灵机一动，或许
许可以写女王发现一只稀有的两脚独角兽。茱莉亚很惊奇，也就是两脚兽嘛。闻此，新小妹欣喜异常。没错，就是两脚兽。他们不仅将构思诉诸文字，也将里面的角色制作了出来。那些剪纸在他们手上移动着，挥舞着，共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世界。两女孩成为朋友已经有些时日了。辛普森一家收到了去茱莉亚家做客的邀请，在去的路上，亲妈千叮咛万嘱咐，茱莉亚家是上等人家，要家里人都守规矩。不料刚一见面，亲妈就对儿子动手了。晚饭时间，猪爸爸发表了讲话，一半是为了庆祝女儿交到新朋友，一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掉书袋。茱莉亚很不喜欢爸爸这样的行为，直接打断他的话，对大家说，他和新小妹想为大家演奏一首格洛班的单曲。谁知猪爸爸走了过来，他说害怕女儿太沉迷于格洛班，所以将音乐换成詹姆斯霍纳的。越听这首曲子，茱莉亚的表情就越不对劲。终于，他忍耐到了极限。茱莉亚对父亲说：“我讨厌第3乐章，讨厌死了。”说完，他就哭着跑走了。小妹第一时间追了出去。这场晚宴确实有点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出来之后，小妹发现茱莉亚只是呆呆地坐着，于是又跟着坐了下来，问她情况如何。茱莉亚表示她感觉良好，还问小妹有没有发现他们。看眼前空无一物的黑暗，小妹突然觉得后背发凉。不过在茱莉亚说她看见了和平乐土的世界后，小妹转过头也看到那个世界，那里晴空万里，人们快乐富足，还有精灵在空中飞舞。一位仙女家们前来，弓箭对2位女皇行了个礼。这里出现那些世上所没有的生物，都完完全全符合他们的想象。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两脚兽，吃了东西之后能吐出美丽的彩虹。音乐起，所有的生物都跳起舞来。进入过那个世界之后，两女儿就更加沉迷于小说创作了。对于妈妈的关心，新小妹格外抗拒，最后新妈只能委屈的离开了。校长也发现新小妹的异常，他叫来了新爸新妈，说明了情况。新小妹注意力不集中，还胡编乱造，整日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新爸听到这些倒是不甚在意，还笑个不停。你说这些不是小新吗？不过新妈还知道症结所在。自从交了新朋友，他们的女儿就变得不可理喻。校长很认同，表示也在新小妹的交友主页上看到过那个女孩。回到家后，新妈告诉女儿，她以后不能再见茱莉亚了。新小妹简直难以置信，她一直觉得妈妈应该希望自己有个朋友。新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慰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这句话对于新小妹毫无作用，她生气地表示，妈妈不能把她和茱莉亚分开，她是绝对不会服从这个命令的。新妈倒是很平静，我可是小新的妈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说完就走出新小妹的卧室。新妈的确展示了她的身经百战，新小妹刚从树上下去，就落在她的脏衣篮里。新妈很是淡定，这是小新3岁时的把戏。母女俩回屋后，小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这是小新10岁时的把戏。放学了，新小妹刚冲出教学楼就被人砸了，抬头一看，才发现是茱莉亚。她告诉新小妹自己要离家出走，来叫上她一起。小妹很愿意，但想到周末的时候要作为阿塞拜疆的代表去出席山寨联合会，就有些犹豫。但好朋友的请求让新小妹无法拒绝，于是她跟着茱莉亚一起离开了。一旁的威利听到关于和平乐土的故事，想起小时候自己也曾追寻一个平等的国度，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来到了美国。他曾经也是作为博士移民美国的，但自进入之日起，他要被定性为了保洁员。两女孩骑着自行车上了路，所经之处枝繁叶茂，鸟语花香。带他们走过，一切都会恢复原样。茱莉亚将新小妹领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面前，告诉她这就是他们要居住的地方。新小妹有点好奇她是怎么样找到这里的。茱莉亚说她上周在这里吃饭，很可惜现在就倒闭了。她告诉新小妹只要相信，哪里都是和平乐土。果然，眼前的破旧房子很快就变成了恢宏的城堡，从里面飞出了无数的精灵。带他们进去之后，一切恢复了原样。晚餐时间到了，亲妈想起女儿，她想知道新小妹是否在山寨联合国。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马丁打来的。他告诉亲妈，新小妹并没有出席山寨联合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亲妈十分自责，要是她能放任女儿和麻烦女孩交朋友，现在就不至于会失去她消息了。小新觉得妹妹可能跑去某处假象出来的城堡乐园。城堡，这倒是提醒了新妈，她知道2位姑娘会在哪了。茱莉亚倒是随遇而安，依旧醉心于她的创作，但新小妹就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了。她开始思考餐馆倒闭的现实原因，没有谁会开车到林子中间来吃蛤蜊。这时，辛普森家抵达了目的地，然后新小妹就透过窗户看到自己的家人，她很高兴此时他们能够出现，但结果注定要让新小妹失望了，因为她的家人找错地方，来这里的是3位混混。这倒闭的餐厅原是他们的藏身之处，眼见自己的秘密被发现，混混们将2位女孩绑了起来，关进笼子里。做好一切之后，他们有些饿了，于是就留穿白衣服的小白守着囚犯，其余2人出去觅食了。身陷绝境让新小妹很心慌，茱莉亚安慰她，闭上眼睛，你就在和平乐土。可是和平乐土并不是真的，也许如你所说，但比现在情况好多了。于是2个人牵着手，又开始描绘和平乐土中的世界。然后人族和精灵族2军对峙，蓄势待发。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喊声中，他们向着战场中心冲去。其实在微风中飘
羊。他们的话引起了小白的注意。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为了能够更好的听故事，小白将2位女孩放了出来。那2位混混回来后，看到眼前场景都惊呆了，咋就把这2人放了出来呢？其中一个注意到了辛小妹手中的本子，这是什么东西？有2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写的处女作小说。朱丽叶的话让他们起了兴趣，将它烧掉的话，应该会很好玩吧。在即将点的那一瞬间，小白觉醒了，在他的眼中，那2混混俨然变成和女王作对的怪兽。他立刻冲过去跟他们打了起来。趁乱，辛小妹带着茱莉亚离开了。返回的路上，辛小妹告诉茱莉亚自己不会再去和平乐土了，那地方的确很特别，但她要活在现实世界。茱莉亚难以置信，现实世界那里住的都是想不出好点子的庸人。她向辛小妹道了别，永远的离开了。2个月后，辛小妹寄出了手稿，收到了回信。很不幸，和平乐土传奇并没有被采纳。辛妈当时竭力安慰女儿，而辛爸呢，感觉打通了任督二脉，也打算写本小说，关于自己做爸爸的经历。不过他刚把人物特性想出来，就阿爸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本集致敬了1994年电影《罪孽天使》，该片讲述2名少不更事、对环境难以适应的少女彼此相互吸引，萌生恋情，但最终酿成苦果的故事。和电影一样，动漫也实现了梦幻与现实的结合，不过内核却不在于展示女孩们的恋情，而是侧重在真实与虚幻中做出选择。那个倾尽2女孩所有缔造的世界，确实是美丽、繁荣、平等、和谐，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乌托邦。现实或许的确不如人意，但躲进虚幻的世界里，只是在懦弱的逃避。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就已经和世间万物建立了应有的联系。即使是人为缔造的梦境，它依然是基于现实创造。没有现实世界，就没有想象力。一旦缺少了真实的浇灌，再美丽的和平乐土也会渐渐凋零。春田镇有个名人榜，许许多多优秀的人都在上面。今天又有一位新人将要上榜，这个人是本地的一位商人，传说中给20%小费的大款文斯康纳。节目拉开展示了他的生平，好巧不巧，他竟然和辛爸同岁。辛爸说文斯要比他小10天，辛小妹很是惊讶，只要10天，人和人就有这么大差距吗？对于这个掌握本地多家公司、人人都奉为上帝的人，辛爸言语讽刺，似乎积累了很多怨气。辛妈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高中时，文斯曾是他们班的班长。辛爸恶狠狠地说，如果我当选了，现在受人拥戴的就是我了。原来那场竞选，辛爸也参加了。那个时候的他还不认识辛妈。记得那年竞选班长的时候，最先发表演说的是文斯。那时的他已经是副班长的职务了。他很优秀，在任期间就推荐了3位同学参加竞赛，而且很富有人格魅力，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这样优秀的学生，校长也很喜欢。接下来参加竞选的就是辛爸了。他的脾气和现在别无二致。面对公众，他十分紧张，原想脱稿演讲展现自己的实力，却因忘词彻底被沦为了笑柄。最后还被罚了10天的留堂。校长公开支持文斯，表示投他的人明天放假半天。之后的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辛妈见丈夫又沉浸在伤心往事中，忙安慰他。然而话还没说完，辛妈就被走下来的文斯吸引了目光。呵，女人。文斯从容不迫地走到人们身边，亲切地跟以前的老熟人打招呼。他身上带着辛爸所不具备的人格魅力。辛爸似乎很懂的样子，说那些表面受欢迎而且自信的人，内心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就算有笑容，背后也是泪花。还说像文斯这样的胜利者，内心深处都是很悲凉的。见家里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话，辛爸决心要证明一下。他冲到文斯的面前叫住了他。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文斯依旧风度翩翩，他就认出了辛爸，亲切地问他近况如何。见他如此从容，辛爸依旧咄咄逼人。我敢打赌，你的微笑背后是一个垂死的人。然而并不是，文斯的微笑背后是个更灿烂的笑容。辛爸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你不可能事事如意，你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什么都没有，文斯就是单纯的过得很好。文斯的个人魅力照进了春田镇的各个角落，哪怕是最阴暗的老谋子酒吧，也推出了文斯康纳特饮。见辛爸对文斯不感兴趣，莱尼很是奇怪，毕竟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人，给莱尼和卡尔都捐了肾。辛爸说出自己的心结，文斯赢了班长的选举，毁掉了他的生活。莱尼和卡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将当年的真相告诉了辛爸。在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天他们在学校里溜达，校长突然出现，交给了他们一个盒子，让他们拿去森林里给埋了。他说这次选举的真正结果不能被人知道。他们俩同意了，并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让校长帮助他们留级。听到这段往事后，辛巴意识到自己当年说不定胜出了。辛巴立刻表示要将选举箱给挖出来。然而一旁的戈尔开口了，就让往事随风吧。他说当年总统大选结果不也造假了吗？但你看我就大人有大量，完全不计较。晚上辛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选举结果到底是什么？不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一直膈应着他。辛巴找到了莱尼，等他换了衣服后，两人就来到了那片森林。没过多久
久，他们就找到了选举箱，统计票数的工作就交给了辛小妹。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了，胜出的居然真的是辛巴，这家伙高兴坏了，耶，我是高年级班长。然而没兴奋多久，辛巴就平静了下来。要是按照原来的结果，自己真当上了班长，就会住在大宅子里，看着彩电，娶个辣妹当老婆。辛妈一听不乐意了，辛巴马上解释，我还是会娶你的，但你会更加迷人而已。辛小妹不赞同爸爸的想法，赢了高中的选举并不意味着就是人生赢家，但辛巴对这件事坚信不疑，他觉得校长偷走了本该属于他的美好人生。校长正在享受他的晚年生活，和朋友们打打高尔夫，聊聊闲天。这时一声咆哮打断了他的娱乐活动，看着辛巴气势汹汹地朝自己逼近，校长也大概清楚他此行的目的。一下车，辛巴就咄咄逼人，我本应该是班长，是你作弊才让我不能当选。支开了小心之后，校长说出了他的理由，他很不喜欢辛巴，从过去到现在，但这不是他做这一切的原因。那天他听到了2个学生的交谈，侯莫辛普森那就是个衰人，如果让所有人都投他票，动他当选怎么样？然后就可以一直把他当做笑柄了。两人为自己这天才的想法高兴了好一阵，不曾想这一切都被校长听到了。于是为了不伤害辛巴幼小的心灵，校长派人销毁了投票箱。辛巴虽然为毁掉梦想而难过，但也为校长出于好心而感动。校长说他的确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从不后悔操纵了那一次的选举。得知自己本应该是班长，辛巴依旧郁郁寡欢，连吃的都不香了。他很想知道，如果当年顺利成为班长，今后会有怎样的人生。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果你够勇敢，你会知道的。说话的是餐厅的老板，他说店里有个员工是移民过来的，人们都说他搅拌酱汁的时候，只要一小会儿就能够预知未来。然后一家人就围绕在了那个店员身边，他让人们看着酱汁，然后就能够看见他所看到的内容。不停的搅拌过后，红色的酱汁渐渐有了画面。那时校长宣布竞选结果的时候，念出辛巴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一片嘲笑声。莱尼和卡尔直接站起来说他们的班长是个衰人，还说辛巴证明了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受到爱戴，大家才会喜欢你。在他们的带领下，同学们都为辛巴欢呼起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只看到这里，辛巴并不满意，于是店员只得继续撒下一些佐料之后，大勺又搅拌起来。当上了班长之后，辛巴确实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处理起班级事务来也颇为得心应手。这时一个女孩子问他有没有找到舞伴，辛巴婉拒了这个女孩，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心仪之选，那就是黛碧贫森。他走过去询问小戴是否愿意，这姑娘没有过多犹豫，就挽着辛巴的手跟他走了。这时有一位姑娘正黯然神伤，这位有些自卑的姑娘就是辛妈，她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约到辛巴。看到这里，辛小妹忍不住插话了，爸爸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糟，因为他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大家没有理会他，故事又继续了。那天舞会，辛巴如愿以偿和小戴一起跳舞，穿着得体，舞伴美丽，人生赢家大概也不过如此吧。然而当辛巴看到了一旁的辛妈后，他才知道谁才是最美丽的女孩。辛巴支开了小戴，来到了辛妈身边，他很知道该如何讨女孩子欢心。他对辛妈说，也许以后还会遇到更美好的事，但是都没法和遇见你相比。于是两个本就相互爱慕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舞会结束，辛巴还将辛妈送回了家。看着这对小情侣如此亲密，辛妈的2个姐姐还挺惊讶的，她们看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厌恶辛巴。挥别了爱人，秃头的车停在了辛巴旁边。他说辛巴有当领袖的潜质，想问问他在学生会里担任什么职务。辛巴很骄傲地说，我是班长。秃头一听觉得挖到宝了，就问辛巴愿不愿意给他工作，不是现在的7G区，而是6F区。这时辛小妹又忍不住打断了，所以老爸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和妈妈结婚，为秃头打工。店员都受不了了，能让这小姑娘安静点吗？辛巴再出现时已经开上了跑车，将车停到了车库门前，就朝家门走去。他在楼下大喊，老爸你还好吗？老辛普森打开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永远都没有。这当然不是辛巴的家，旁边的那栋豪华别墅才是。打开门，辛妈身穿华丽的礼服从楼上下来。辛巴问孩子哪里去了？辛妈说你都做了安全措施，我们没有孩子。现实中的辛妈觉得这是个损失，没有孩子这日子该多么可怕啊。不过辛爸貌似觉得这日子还挺舒服的，酱汁里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美妙？辛巴想到这就要跳进酱汁里生活，店员一把把他拎了出来。要是你能生活在酱汁里，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生活在酱汁里？得知当上班长后自己的人生会那样的美好，辛巴就变得更加的颓废了，就这样整天泡在水里，身上都长海藻了。这天家人们找到了他，想要跟他谈谈，但辛巴不想谈，他觉得他们无非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让自己振作起来。辛小妹说他们没这样想过，毕竟看到的生活是那么棒，与现在的对比是那样明显。小辛说他们觉得酱汁弄错了，辛巴显然是不相信，于是他们将辛巴带到了名人榜面前，只见自己的名牌也上了这面墙。辛巴现在总算是开心了。辛小妹说以后人们看到这个就会说无论他是谁，他都一定是个人物。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个男人带着孩子来找辛巴合影。爸爸，你认为我能选上班长吗？儿子，我们不可能都成
成为 Homer。这下辛巴是彻底满足了，不过就是这名牌好像固定的不是很牢。这当然了，因为这原本是史校长的位置，人生的路很长，可最关键的只有几步。当不当班长算得上是辛巴人生的转折点了，但这关键的一步却没有让他自己迈出，以至于之后在 loser 的路上越走越远。有多少人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头，结果却亲手毁掉了那些本该属于你的美好。或许那些男孩子的确不怀好意，但他们也确确实实给了辛巴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然而反观不愿伤害辛巴的校长，却实实在在的抹杀了辛巴的梦想。我们身边充斥着很多人的声音，他们总爱站在自己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好，却从来不会思考那些强加给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自以为是的付出，感动的只能是自己罢了。真正的爱从来都是建立在尊重对方之上。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被科学工业统治着，终于那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将要迎来的是一个迷雾重重又充满预言的新时代，它始于今日。以上内容都是为了铺垫难得一遇的日全食。肯特提醒公众，这的确是免费的美妙景观，但绝不能直勾勾盯着看。他推荐大家使用自制的偷窥暗箱，月亮缓缓移动，遮住了明亮的太阳，地有上的部分地区渐渐被阴影覆盖。辛普森一家在院内观察这难得的景象。辛小妹报告道，现在已经半阴影了，拭目以待全食吧。这时小新又不安分了，爬上狗屋表示要第一个看到。接着辛巴也跟着爬了上去，也要争做第一个。然后在争执中，辛巴弄回了观测工具。见丈夫难过，辛巴当将自己的让给了他。日全食很美，光是听家里人描述，辛巴就能感觉得到，她实在忍受不了对此避而不见。于是辛巴抬起了头，就像人们所称赞那样，真的很美。不料此时月亮移开了，耀眼的日光灼伤了辛巴的双眼。到了医院，洗医生告诉辛巴，他的眼睛2周内不能拆分。辛巴安慰妻子，别担心，我就是你的眼睛。话是这么说，靠不靠谱就不一定了。洗医生继续嘱咐大家，任何压力都会导致辛巴的眼球内血压升高，然后引发长脸狗综合症。他还播放了一段动画来展示眼睛受刺激所带来的伤害。回到家后，大家把辛巴照顾得服服帖帖。辛巴觉得自己现在就像王妃一样，每天都过得像母亲节的前10分钟。辛巴安慰妻子，你就好好养眼睛吧，万事有我们呢。这时辛小妹小声召唤爸爸去厨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里到处都是老鼠，还有一只爬上辛巴的头。他操控他去做了一道美味佳肴。辛巴终于决定买老鼠药了。到了商店，老板递给他了一大罐药，有了这些，保证他们的家里只鼠不剩。不料小新看到这五彩斑斓的药丸，还以为是能吃的糖果，伸出小手头就要去抓，好不容易将他们俩分开，小新又和狗子杠上了。狗子要小新的兔子，小新要辛巴的老鼠药。辛巴要抢回狗子嘴里的兔子。争夺的过程中，车子冲出了围栏，掉进丛林中。这下要渡河，就只能依靠岸边的小船了。但他们一起上去的话，船就会下沉。辛巴陷入了思考，自己必须要把3者都运过河，但每次只能带一样，且有些不能放在一起。解答这样的世纪大难题有些难度，辛巴决定求助对岸的教授。谁知一颗老鼠药下去，对方当即倒地不起。辛巴最后靠自己想到了办法，在他的计划中考虑了所有条件，大家都能成功顺利的到达彼岸。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不可抗力。第一步就将小新运过去，到达对岸后，辛巴想将小女儿放置一个安全的地方，刚好对面就是一座修道院，将小新放在了门前的阶梯上，然后就准备回去接剩下2样。不曾想他刚坐上小船，一个修女打开了门，他以为这是一个弃婴，直接将小新抱了进去。修女毫不客气地告诉前来的辛巴，凡是放在门前的婴儿都归修道院照顾，无论辛巴如何舌灿莲花，修女都无动于衷，最后直接让他滚蛋。回到家后，辛巴将小新弄丢的事告诉了兄妹俩，但小新不建议将此事告诉妈妈，因为医生说过不能给他压力。小妹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们其中一个人扮成修女潜入修道会，辛巴当即表示拒绝，我是绝对不可能穿女装的。然后让我去吧，我连装备都准备好了。小妹打断这个活宝父亲，你走吧，别妨碍我进入角色。辛小妹改装脖子上的项链后，敲响修道院的大门。她对前的修女说，我是可怜罪人，迷失了方向，我能加入你们吗？你对跪拜有何看法？非常热衷。闻此，修女答应了辛小妹的请求。院长领她进入了修道院。辛小妹立刻被一旁的托儿所吸引了目光，但仔细观察之后，她并没有发现妹妹。辛小妹询问院长，这些就是全部的婴儿了吗？没想到院长怒不可遏，难道你希望还有更多的弃婴吗？辛小妹表示自己并没有这么想，只是觉得还有婴儿没被放进托儿所。闻此，院长阴阳怪气地说，你简直比曹操还要多一样。辛小妹看着墙上的耶稣神像，思考着院长隐瞒小新事情的原因。突然她注意到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宝石显得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修女们会想要宝石呢？这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找到宝石就能找到答案。来者是一个长着黑痣的老修女，她受够了院长每次都这样的权势，抢占了橄榄球 C 位，所以才决定将这秘密告诉辛小妹。老修女对辛小妹说，要拯救她的妹妹就必须要解决一系
系列的难题。他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表示那就是第一个难题。说完，他要将自己隐于黑暗之中了。辛小妹阅读了画下的文字，这是一句拉丁语，翻译过来就是用你的心和灵魂寻找上帝。小妹环顾四周，最终锁定那架钢琴，弹唱了一段后，钢琴果然打开了，眼前出现一座漂亮的城堡，一旁的小天使用钥匙打开第2层开关，机关一重又一重，小妹都等得不耐烦了。另一边，辛巴因为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小女儿，就想让丈夫将她抱起来给自己。辛巴没了办法，只好用自己的手臂伪装。好在她机智，没有被辛巴发现。繁琐的机关终于接近尾声，小妹的面前出现一间密室，这里的墙上刻着一些文字，他们应该就是寻找宝石的线索。隔着一个单词阅读，小妹获得真实的讯息。转过身，寻找春田镇最大的人造圆环。小妹透过窗向外看去，春田镇的大圆环还真不少，根本无法判断哪一个是寻找宝石的关键。思考无果，小妹使用了眼镜仔。不过这孩子就是来打酱油的，他也不知道谜题的答案是什么。小妹猜测最大的圆环可能就是指春田镇中塔。这么想着，她冲着钟楼走去了。她并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为了不让辛巴发现家里少了人，父子俩也算是煞费苦心。前有辛巴徒手装小小新，后就有小新强吹萨克斯，回到辛小妹寻找宝石之路。更有他那2个鬼鬼祟祟的人一起登上了钟楼，就被窜出来的辛小妹扯掉了伪装。没想到竟然是老熟人，校长和漫画男，他们也在寻找那颗红宝石。漫画男说，他们属于一个古老咒语的神秘组织，自称为探索者兄弟会，名字来源于他们借用妈妈探索小货车来寻宝，将他们自爆了秘密。小妹就以此作为威胁，套出他们所知道关于宝石的故事。校长说，传说在圣塔里萨临终之时，他遇见了一个宝石的幻象，这个宝石会开启一个和平安详的新时代。于是他派遣了一个修女小分队去寻找这个传说中的宝石。他们在现在的费城登陆，用他们的船建造一个修道院，修道院从此兴盛，但他们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可是宝石的消息却泄露了，共济会的一群高级人员在富兰克林、华盛顿和乔治3世的带领下，策划了虚假的独立战争，以此来掩盖他们的寻宝计划。为了躲避暴力，圣塔里萨修女们逃离了殖民地，安身于春田镇。漫画男表示，传说百科上都说了，宝石将会在日全食后的第1个月圆之夜出现，也就是说就在今晚。还问辛小妹为什么她会在此地出现，小妹将春田镇最大圆环告诉了他们，但很不幸的是，她的猜测是错的，因为真的钟在2战时期就已经被熔了。这时小妹突然瞥见窗外，她现在知道最大环到底是什么了，这可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在辛小妹的指点下，漫画男也明白那是什么，不过校长这智商就有点堪忧了。3人好不容易登上了目的地，不料已经有3只狼狗在等着他们了。秃头和秘书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了这里。小妹很奇怪，询问秃头怎么在这。秃头说自己早就知道了宝石的秘密，原来他竟然是共济会的成员，身在美元钞票上都印着他的眼珠。当然这一切还是得多亏他忠诚的白化病仆人。虽然秘书表示他只是防晒涂多了，在他们拌嘴的空隙，小妹已经发现线索，2RNG 这4个字母上面有字迹，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伟大的罪恶，扼杀圣洁的圣人。但这句话应该不是最终的答案，辛小妹判断出秘密的信息一定还有错位字谜，闻此秃头就让他去整理那些字母，拼出宝石藏匿之地。剩下那2个兄弟会的就去给自己挖坟吧。漫画男嫌自己死得不够快，还祈求超人降临来帮自己一起挖。辛小妹将每个字母重新排列了之后，得到答案是神圣地，宝石就是 Lisa。破案了，宝石就在辛小妹体内。秃头顺势就打算强行取宝石，好在秘书及时拦下了，表示他就是宝石。这下秃头才算明白过来，圣塔里萨不会迷恋一个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他视为珍宝的应该是这位纯洁的女孩。秃头问道：“你很纯洁，对吧？”听过眼镜仔算纯洁吗？大家都回答道：“不算。”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小妹就是那个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珍宝。得知上帝这么信任自己，小妹又想奔向他的怀抱了。漫画男表示，根据传说，宝石在日出之前必须送到修道会。小妹踏进修道会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圣女都在唱圣歌。虽然她刷了一番自己的存在感，但他们也只是稍稍停顿就继续唱歌了。小妹很是有耐心，毕竟自己是神圣之音。一听她这么说，院长站了出来，他们的神圣之音好好的在宝座上呢，那人就是小小新。小妹有些不甘心，谜底明明不是这样说的。院长略带嘲讽道：“谁会用神圣地做句子的开头啊？”他重新连接一下字母，真的是麦基、福尔摩斯。紧接着太阳出来了，院长宣布，此刻起，春田镇和平安宁的新纪元即将开始。阳光透过玻璃花窗照到了小小新的身上，他立刻散发出了五彩斑斓的圣光。圣光所到之处，化干戈为玉帛，化争斗为友爱。小妹这下终于相信了，小小新就是神圣之音。院长很是欣慰，4个世纪以来，数代人的牺牲终于有了回报，和平安详时代来临了。这时，辛巴闯了进来，把孩子还给我。他凭借一个做母亲直觉找到了这里，要将自己的小宝贝带回家。小妹来
拦住了妈妈，说小小新能为小镇带来和平，他必须得留在这里。然而辛巴不愿，也许睁开眼就能看到世界和平是好事。但是话还未说完，眼前纱布就被扯掉了。辛巴看到了怀中的宝贝女儿，你比我印象中更漂亮了。辛巴表示，他知道上帝不会为了追求世界和平，就要一位母亲牺牲掉自己的孩子。再一次回家路上，辛巴有些自责，他觉得也许是自己太自私了。辛巴安慰他，表示不用担心，他已经提供了另一个神圣指引，这个人就是小新。当他坐上王座之后，修道院马上被黑暗笼罩，岩浆喷涌而发，柱上缠着蟒蛇。见字有这么大威力，小新很高兴，看来今晚的夜生活很丰富嘛。本集致敬2006年美国电影《达芬奇密码》，该片讲述大概内容是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谋杀的案件，将符号专家兰登牵扯其中，然后兰登就和馆长的孙女展开对案件调查。在此过程中，兰登发现所有解密的密码都藏在达芬奇的作品里，动漫沿袭电影以解密作为主线，寻找真正的宝石。然而最终辛巴将小新带走，结局却引人深思，或许牺牲一个拯救所有确实伟大，但我更赞同辛巴的做法。不过并不是因为辛巴所认为的上帝怜悯，而是小新的牺牲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耶稣已经尝试过了，通过献祭换的一切博是表面的安宁。只有每个人发自内心向往美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难得的假日，辛巴带孩子们出来闲逛，步行街内商贩们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三人驻足观望了篮球游戏的介绍后，他们一致决定去外面看看街头表演，这也的确比刚才那地方令人满意。孩子们对于杂技颇有兴趣，但辛巴却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说自己要是能骑上独轮，能耍6根针。表演者对他话颇为不满，表示如果辛巴不满意，就再扔点东西过来。然后辛巴就把2孩子扔上去了，顺便还有他自己，这可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了。虽然最后4等奇迹掉在地上，不过辛巴和孩子们都非常高兴。此时宅在家的辛巴也很高兴，他好不容易才有时间来自娱自乐。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换旧的热水器，再打扫成年的灰尘。扫着扫着，突然一扇门出现在辛巴面前，打开门一看，竟然是个桑拿房。辛巴享受靠在座位上，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打算将此事告诉辛巴。在幻想中，辛巴十分高兴妻子能够分享给他，但是他又邀请了莱尼，莱尼又邀请了卡尔和老谋子，而且老谋子没有带毛巾，赤条条就来了。辛巴重新回到现实，想着独乐乐就挺好。另一边，出游进行到了辛巴最喜欢的环节，那就是吃。烤羊肉串、鸡肉串、火球串，辛巴看也不看就张开了深渊巨口，然后就喷火了。小新看热闹不嫌事大，又给他老子喝了打火机专用机油，说话不息，喷火不止，直接逮住了儿子来个烧烤小新。习医生给辛巴舌头绑石膏，表示应该得保持一段时间了。小新觉得老爸不够惨，又在石膏上写个大笨蛋。最后辛巴被嘲笑，灰溜溜的回来了。终于到了拆石膏的时候，灵活舌头重新回归。辛巴马上拆了一块樱桃味的糖匙，没想到刚沾到表面，他就跳了起来。本想吃个柠檬味中和一下，不曾想直接酸的5官都缩进了脑袋里。辛巴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他舌头图像放大，原因一目了然。大火烧光了辛巴的旧味蕾，现在是全新的，所以只要有一点味道的食物就能够让辛巴原地升天。为了将就辛巴的味蕾，辛巴给他做了一份味道极淡的甜菜，但这对辛巴来说还是太刺激了。这时小妹冒了出来，说自己有好东西。辛巴尝了一下女儿递过来的食物，很不错，有食物的口感，但无色无味。小妹说这是学校食堂的苹果和奶酪。接着她又从包里拿出来更多的食物，这些全部都是从食堂里带回来的。得知有了这样一个好地方，辛巴也跑去学校食堂吃饭。在学校看到爸爸，对小新来说绝对是噩梦。辛巴为了让儿子放松，表示自己是不会让他难堪的。接下来他就因为没钱吃饭，选择在食堂打工，这也就罢了。他在工作的时候将他儿子扒得底裤都不剩，说他上个星期被果冻吓得爬上爸妈的床，这样所有的孩子都围过来嘲笑。然后辛巴又觉得这也太热了，马上就让自己脱得只剩一条内裤，嘴里还依旧振振有词，别担心，我不会使你难堪的。吃饭的时候想在老爸的身旁坐下，想劝他到别的地方吃。见自己如此遭儿子嫌弃，辛巴拿起餐盘就到了一对母子面前坐下。他愤愤地说自己儿子是个混蛋。骗辛巴的话，这位红头发女士有些骄傲，说自己的儿子诺亚是个超级3好学生，还向他展示了。诺亚随着掌声流利按字母顺序背说城市的名字，直接秀了辛巴一脸。但他看得出诺亚很害怕他的妈妈，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红女士才会来学校帮助儿子取得好成绩。辛巴简直不敢相信，如果这是他的目的，那还要学校做什么？红女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小新会成为他儿子的司机。辛巴原本对此话不屑一顾，但看到儿子这样用鼻子吸面条后，什么反驳的话也说不出口了。红女士告诉辛巴，这就是他这个当父亲的错，是他没有端正儿子一言一行。辛巴觉得
呢，小新并不能够说明自己教育失败，因为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女儿。洪女士承认辛小妹很聪明，但她又说，像她这样不受欢迎的人，怎么可能成功？只见辛小妹端着餐盘到处找位置，但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她。辛巴这才发现自己这2个孩子都有问题，他生气嘟囔了一句：“你可真会当马鸡。”自从发现这个秘密基地后，辛巴每天都活在快乐中。面对丈夫关于管教孩子们的唠叨，辛巴根本没有心思认真听，胡乱跟着嚷嚷了几句，就闭目养神了。看妻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辛巴明白兄妹俩教育只能靠自己了。打定主意后，他来到了学校，看各个教室外都站满了家长，辛巴不禁感叹：傅远行这种教育的还真不在少数。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小新的教室，往里一看，他正在唱歌耍宝呢。这时，小爱宣布，下周一是软木模型组装大赛，胜出者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大学教育储蓄基金。他马上点名小新，问他打算做什么模型。小新暂时不感冒，直接说不知道。门外的辛巴却觉得该自己出场了。过滤掉几个复杂的选项后，辛巴最终选择了华盛顿纪念碑。听到小新的回答，小爱马上记下来了。看到自己成功帮到了儿子，辛巴别提多高兴了。接下来就应该去帮助女儿了。辛巴给辛小妹买了一本书，告诉她这玩意儿会教她如何变得受欢迎。仅看书的封面，辛小妹就很排斥。她说如果加入了小团体，就不能构成大团结了。辛巴告诉她，这在他们国家很普遍，美国的议会制就是2个党政玩的小团体游戏。这活生生例子让辛小妹难以反驳。见女儿依旧兴致不高，辛巴决定先拿其他人做下实验。父女俩来到老毛子酒吧，辛巴决定先演示第7章讲的孕育于阳，也就用恭维掩饰羞辱，俗称阴阳怪气。辛巴来到莱尼身边，亲切地说道：“在马戏团之外穿吊带裤，你还真是勇气可嘉呀。”莱尼刚道谢完，就发现了不对劲，这货分明是在嘲笑自己像小丑，这样的打击让他的信心消失殆尽，马上就让辛巴视作交心的朋友。见效果明显，辛巴又展示了另一个：“各位，谁想要冰酸奶？”大家都情绪高涨，表示想要。这时，辛巴非常抱歉对老毛子说：“不好意思，你没有被算在我们之中，希望你别介意。”闻此，老毛子委屈跟什么似的，趴在床上就嚎啕大哭。要不是我开家酒吧，他们根本不可能会来这里找我。辛巴对女儿说：“这就叫欲擒故纵，用1-2句话就能将别人玩弄于股掌，的确很厉害。”但辛小妹并不想去伤害别人，谁知接下来辛巴将她用到了女儿身上。可能你还没有到适合用这本书的年龄，这应该是给大女孩看的。这下辛小妹抢人要这本书了，她连连叫嚷着：“我是大女孩，所以这应该是激将法吧？”得到书之后，辛小妹马上实践。她走到莱尼和卡尔身边说道：“你们中间有人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这直接引得2位好基友巴掌相向。”报名之后，辛巴带儿子来到了商店购买模型，得知他们要做华盛顿纪念碑，校长不禁哈哈大笑。这是最没挑战的模型拼接了，选择它基本就代表弃权，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个笨蛋。辛巴当即询问老板最难拼的模型是什么，老板说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闻此，辛巴在商店对着众人立下誓言，自己将和儿子做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模型。这里有很多孩子的家长，他们对辛巴决定很不看好，都让他们等着迎接失败。辛巴不以为然，照说明书看不就好了吗？可他连门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回到家后，辛巴马上让老婆报告自己要和儿子拼模型了，还要给女儿举办一个手机装饰派对。说话间，有2个女孩已经来了。辛巴来到后院，向女孩们表示一切准备妥当，现在可以建议用桌上材料装饰手机了。她们对此很满意，对辛小妹也是赞不绝口。女孩们纷纷给辛小妹拍照，表示用她照片做手机壁纸。看着女儿过上了众星捧月的生活，老父亲十分满意，辛巴都忍不住夸奖自己，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女儿的事处理妥当后，辛巴又来到了儿子的房间，见小新已经在动手拼模型了。辛巴询问为什么不让自己帮忙，小新很奇怪，这本就是他的任务呀。辛巴劝儿子抱到一边，别的父母都会帮孩子完成，他绝不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输掉。到了晚上，基本框架已经完工，辛巴抵抗不了困意睡着了。梦境中，他在教堂中雕刻，一个鬼魂飘了出来，告诉他在完成教前绝对不要放弃。这是杰弗里·乔搜，他鼓励辛巴包揽儿子的一切事务，说这对孩子非常有利。但克里维斯·安妮却不赞同，他说辛巴把事情都做完了，小新又学不到东西了。接着瓦尔德也窜了出来，他说成长是源于每一次的犯错，当今社会人们只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而不知晓他们的价值。这话惹恼了辛巴，他当即又挥舞着双手去打这个鬼魂，不料这座教堂也在拍打中毁灭了。比赛时间到了，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这座缝缝补补的教堂最终还是摆上了展台，对比其他选手那样完美的建筑，这作品显得十分另类。但最终校园却让他作为了比赛的优胜，因为其他作品很明显是父母完成的，而小新这个却让他眼前一亮。辛巴暂时兴奋异常，当即就跳上了展台，但小新却让老爸停下来，他表示这个烂模型并不是自己做的，也是自己的爸爸完成的。在舞台上，他对家人们发出了
灵魂拷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让我们自己做呢？王尔德曾说过，成长是源于每次犯错。辛巴终于意识到了错误，他很抱歉这些天以来的自以为是，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干涉儿子的生活。不过想到女儿变得受欢迎，他还是很高兴的。没想到女儿也给他发来了不好的短信。辛小妹对爸爸说，这些女孩外表漂亮，性格却与她格格不入，她希望父亲能够理解自己。然而辛巴只悟到了一点，父母最该做的事就是放任不管，看着他又偏向另一个极端。辛小妹忙叫父亲打住，不能那么绝对。辛巴说，点灯只能选择亮或者灭，但调光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啊。回到家后，辛巴依旧闷闷不乐，他对妻子说，自己尽力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却还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看着丈夫如此郁闷，辛巴将秘密基地告诉了他，然后夫妻俩就在桑拿室忘却了一切烦恼。自古真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作为一个朋友绝缘体，辛小妹在学校总是独来独往，她并不吝惜自己的善意，却总是被无情拒绝。直到辛巴给她搞来了一本书，她很厉害，只言片语就操纵人心，但她也很可怕，会让人失掉自己的真心。套路渗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以前的选秀节目，总有那么几个卖惨的人，希望凭着观众的同情，让自己成功晋级。如今这个社会，资本更是绞尽脑汁割韭菜，让消费者落入他们的层层圈套之中。但懂得套路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正确的使用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比如情侣间的小惊喜、小礼物，不就是让感情升温的套路魔法吗？它可以助纣为虐，也可以锦上添花，但唯有以真心才能换得真情。辛小妹将要参加人生第一场舞会，辛妈带着她来做指甲。辛小妹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但是她觉得女孩子的能力应该比外貌更重要。辛妈却告诉女儿，这两者能够兼得，就像女王伊丽莎白，但她的人生也缺少一个重要的部分——丈夫。在1588年，伊丽莎白女王还统治了英格兰，欧洲几乎所有的黄金单身汉都想要嫁给她，但是众多追求者中没有一个令她满意的。最终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一个男人带来的烟草。就在宫殿一片平静之时，被拒绝的西班牙国王却暗中酝酿着阴谋。一天夜里，那个带来烟草男人辛巴叼着烟斗走进了宫殿，却看见女王的贴身侍卫辛妈正费力地挑着水。他第一时间上前挑起了那担水，这爆棚的男友力当即就让辛妈沉迷了。他们动情地亲吻了起来。不幸的是，这一幕被女王看见了。这本该是她最信任的两个人，现在却在她的面前搞在了一起。虽然不知道女王到底是因为谁的背叛而伤心，不过这并不影响她惩罚这对苦命的鸳鸯。就在女王大发雷霆之时，侍卫向她报告了西班牙向英格兰进军的消息。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准备亲征女王连所骑之马都临阵逃脱，牧师的祷告也不会让敌军撤退。不过辛巴不合时宜的举动竟让战争局势扭转，烟草带着火星滚落在甲板之上，很快就点燃了英格兰的战舰，大家纷纷弃船而逃。就这样，一艘空无一物却带着熊熊火焰的战舰驶向了西班牙的舰队，火船势不可挡，彻底摧毁了西班牙舰队。这一场以少胜多战役让辛巴获得了名望和荣誉，最重要的是抱得美人归。女王并没有因为失去男人伤心，因为真正女王是不需要男人的。辛巴故事讲完了，辛小妹表示自己也有一个故事要讲：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从前有一群欢乐的小矮人，靠着每天挖矿来维持生计，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正被一个邪恶女王悄然改变。液晶电视啊，液晶电视，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暂时还是您尊敬的女王陛下，因为白雪公主将成为最漂亮的女人。还有播天气预报那妞长得也不错。没有理会电视的贫嘴，女王马上叫来自己的侍卫，交给她2个容器，一个用来装白雪公主的心，一个用来装她的尸体。此时的白雪公主正在做饭，虽然只有她一个人，但身边却环绕着众多动物朋友。正在氛围愉快之时，一阵阴影笼罩了她。这个来者不善的人正是女王派的侍卫。面对如此漂亮可爱的公主，她终究下不去手。其实她对别的任何东西都下不去手。在路过了糖果屋和小红帽的片场后，白雪公主终于找到了小矮人的居住地。长途跋涉之后，她十分疲惫，不过还是很讲究的选择了一张最舒适的床睡觉。天空繁星点点，小矮人们赶集归来，却发现自己家里有人。当神秘来客揭下面纱，所有的戒心都消失了。毕竟谁能拒绝这样美丽的女孩？小矮人中的医生听了一下她的心跳，也许这个女孩是受人诅咒了吧？这句台词应该是睡美人的剧情吧？老谋的小矮人打算吻醒白雪公主，直接将小姑娘吓醒了过来。白雪公主就这样和小矮人住在了一起。去工作之前，医生
叮嘱白雪公主小心邪恶的皇后有可能伪装成任何人前来索取她的性命。白雪公主十分感激，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白雪公主带领了她的朋友们仔仔细细收拾了小矮人的家。就在她赶走了好心败坏事的熊之后，一位老妇人来到了这里。她询问白雪公主是否想吃一个苹果。白雪公主欣然同意，选择了一个青苹果，但很明显那个没毒。于是那个老妇人将红苹果强行塞到了小姑娘嘴里，拍了她的背，让她吞了下去。就在白雪公主倒地之时，小矮人们也赶了回来。跳床而逃的老妇人最终也没能活命，因为小动物们撕碎了她的身体。就这样，白雪公主在水晶关中等待着王子的到来。然而她始终没有来拯救她。最后，白雪公主被一个女医生救活了。辛巴好奇询问女儿：“白雪公主幸福吗？”辛小妹回答：“除了不能玩力量型游戏，其他都很不错。”正当他们进一步的烘干指甲，辛巴突然来到了这里，他又犯事了。警察要了2张优惠券，又放了他。辛巴叹了一口气，向女儿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女强人被丈夫拖累。辛巴很不满意自己在剧组里洗戏服的工作，她如此辛苦都是因为废柴的丈夫。如果辛巴不是在剧组里扮演一棵树，而是主角，他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了，还是一棵连脸都不能露的树。辛巴以为自己嫁了一个麦克白，没想到却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辛巴不觉得自己能够别上现在主角，他对台词的熟练以及富有感情腔调无不令人叹服。看着别人对梅尔的赞誉，辛巴开始怂恿辛巴去刺杀梅尔，她无法忍受丈夫的平庸。作为一个标准的妻管严，辛巴开始了他的谋生之路，拿着辛巴交给他的匕首，慢慢的靠近了熟睡中的梅尔，没有丝毫犹豫，手起刀落。令人意外的是，这竟然是支道具刀。但是辛巴没有放弃他的刺杀，他用梅尔头上的骨头敲打他的头颅，可惜再完美的诗篇也拯救不了他行将终结生命。这场事故被判定为意外伤亡。如辛巴所愿，辛巴终于当上了主角麦克白。演出时间如期而至，但辛巴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大面积忘词导致胡编乱造，让台上演员都为之羞愧。就连小抄都能拿成别的剧本，没有朝台上扔烂番茄，可能就是观众们有涵养的表现了。有了这样糟糕的表现，报纸上的评论就不足为奇了。班克的扮演者席医生广受赞誉，而对主角辛巴绝口不提。嫉妒的火焰充斥了辛巴的心脏，只要辛巴没有成为最出色的演员，那么这条谋杀之路就远没有走到尽头。于是辛巴又迫于妻子的压力，用氮气谋杀了毫无防备的医生，止不住的笑声断送他唯一求救的机会，他就这样笑死了。然而这一切远没有达到辛巴的要求，因为在又一次的演出中，辛巴虽然上报了，却被排在了所有演员之后。就在演员们展开庆祝活动之时，辛巴手持长剑直接解决了所有人，然后随意的享用庆祝的美食之后，淡定躺在了尸体中间。虽然辛巴成功当上主角，辛巴的工作还是只有洗戏服。正当他洗了那些被沾满血迹戏服之时，所有被辛巴杀死的鬼魂全部都冒了出来，他们的矛头直指辛巴这个害死他们的蛇蝎毒妇。就算不是他亲手所为，却是他不断挑唆。面对数只鬼魂的联合讨伐，饶是辛巴的心理素质再好，也终究被活活的吓死了。辛巴的死并不意味着辛巴的解脱，他化成鬼魂依旧不断鞭策辛巴，逼着他上台表演。即使只有辛巴一个人演出，即使连导演都要回家，即使台下没有一个观众，辛巴也必须演下去，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时刻。黑暗笼罩城堡，在烟雾缭绕之中，一个孤独而坚定身影立于灯光之下，低沉嗓音在空旷的舞台上诉说内心独白。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戏，在舞台上无端消耗自己的生命，最后归于无声无息的沉寂。辛巴忍不住为丈夫鼓掌，他终于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辛巴对这唯一的观众深深的鞠了一躬，但此时的成就并不能让辛巴知足，他要让辛巴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永远的主角，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等等等。辛巴看着不断扔在他面前剧本，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变成了鬼。果然还是什么都不做最舒服。3故事讲完了，小新却没有得到满足，他想要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好吧，那就再讲一个关于一个不愿意妥协的建筑师小新洛克。在小新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对建筑的天赋。就在其他孩子尚不知道积木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小新已经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搭建出一栋完整的建筑。但是他的老师却是一个希望所有孩子都平庸的人，他对于小新的天赋只有无尽的摧毁。不管小新用什么做建筑，最后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毁灭。很快就到了开家长会的时候了，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老师高兴地带家长们前来看他们的孩子。然而当他打开门一看，一栋高大建筑耸立在小新身边，他竟然被一个小孩子鄙视了。小新的出现让老师意识到他是何其的平庸，面对这样的天才，必须让他夭折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惩罚小新，不间断地为自己服务9次。就在他已经做好等待之时，小新却开口说话了。有多少年了，有多少天才都在与托儿所老师孤独的对抗，他并不是为了人们的肯定
而活，而是为了自己乃至全人类的荣誉。现在他又睡觉了。长大之后的小新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建筑师，他设计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在那个大楼的顶层是一个日托中心，在那里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正当此时，辛巴突然尖叫起来，原来是小新竟然用指甲油在墙上涂鸦，那是一幅美丽的星空。若是他早出生个几百年，梵高也许就不那么出名了。不过现在他得到了只有辛巴所说的坏小孩的称号。小新颇为无奈的摊了摊手。本集致敬了众多经典，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白雪公主和麦克白。随技术发展，社会进步，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有更多的自主权来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别人无权干涉他们的决定。然而来自外界的纷扰只是坚持自我途中一项不大不小的考验。作为经济和思想独立的年轻一代，内心坚定信念才是决定自身命运的基石。就像本集中的小新的故事一样，哪怕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也依旧坚定不移地与之对抗。若是他没有发自内心的勇气与信心，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伤仲永的结局。同时他的故事也反映了另一个社会问题，某些教育是否在扼杀孩子的天赋。小新的案例当然属于个别极端的，在生活中孩子的天赋会更加隐蔽，甚至只体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所以他们的天赋更容易被抹杀。这就让某些力求平庸的教育找到了用武之地，不需要对孩子过多引导和管教，只需要他们安分守己且平庸，也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他自己的脑袋空空。一个良性社会教育绝不是得过且过，或者是干脆扼杀孩子的天赋。社会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